林嫣，你可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最爱的那个皇帝吧。宗正月，狗皇帝，我为你在整个后宫树敌，做你制衡朝堂的棋子，你竟流放我全家。还有你狗皇后，你也不是好东西，我家之所以出事你也有份，做鬼我都不会放过你们。影妃轰了！这些东西不都撤了吗？娘娘，您终于醒了，谢天谢地。你不是2年前坠井死了吗？诈尸了。娘娘，您病糊涂了，奴婢活得好好的。昨天您邀皇上赏月受了寒，高热刚退呢。现在什么年月？清元元年9月初7啊！娘娘，您咋连这都忘了？庆元元年，我刚入宫的时候，老天有眼，我重生了。娘娘，昨天您病着，奴婢没来得及撤这些奢华玩意儿，明天就……撤什么撤？上辈子老娘为了装清纯，穿素衣喝苦茶，憋屈3年，谁爱装谁装去，本娘娘就要穿金戴银。可是皇上喜欢节俭的，他喜欢是他的事，本娘娘开心最重要。狗皇帝，这辈子我不会再当恋爱脑，我要改写父兄被流放下狱的结局，努力在后宫活下去。当然，狗皇后你也别想过得太舒坦。爱妃，太医说你病好了。林太傅还上折子问。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林嫣一跳，他一扭头就看见了上辈子害他全家的狗皇帝，心里气不打一处来。好什么好？头疼眼酸嗓子涩，炭盆火星子嘣嘣响，吵得我都睡不着。哪个太医胡说八道？他吃炸药了，说话这么冲。明日换更好的炭便是。今日时辰不早，我就歇在瑶华宫。别啊，皇上，我病还没好，怕过病气给您。奇怪，他不是平日里最盼着我留宿的吗？今天怎么怪怪的？你不让我带，我偏带。无妨，爱妃服侍朕就请吧。我习惯睡外面，外面冷我睡里面。我要喝水。林嫣一会要喝水，一会又嫌冷，翻来覆去折腾了很久，吵得宗正月一夜没睡。宗正月刚刚登基不久，一直想通过制衡后宫来平衡朝臣的权力。林嫣背后是林家，他的父亲是太傅，哥哥又是骁勇善战的将军，正是制衡皇后家族的最佳选择。对于林嫣的无理取闹，宗正月也只能忍耐。突然，外面传来了贴身太监海德福的声音：“皇上该起了，要早朝了。”叫你呢。爱妃，该起来给朕更衣了，再晚要耽误上朝了。我又不用上早朝，天大地大，睡觉最大。宗正月无奈，只能自己顶着困意穿好了衣服出门，但还是耽误了一会早朝。很快，林嫣耽误皇上上朝的事情就在宫中传遍了。皇后娘娘，昨夜皇上宿在瑶华宫，今早还被影妃林嫣耽误了早朝。林嫣，她凭什么？娘娘，一会儿影妃来请安，咱们。林嫣脾气一向很冲，此计可成。林嫣身穿红色宫服，头戴金步摇，走进坤宁宫。皇后坐中间，殿内宫妃坐在两侧，大家齐刷刷看过来。影妃怎么穿这么艳？她不知道皇上最讨厌艳色吗？谁知道呢？也不知道这个悍妇又抽什么风呢。在妃嫔们小声议论的时候，林嫣也扫了一下众人。宗正月的后宫一个个穿得跟报丧似的，上辈子我居然为了迎合那个狗皇帝的喜好，也跟着穿得这么素，真是脑子进水了。皇后的贴身宫女之梦突然站了出来。影妃，请安的时辰都过了你才来，这未免太过不敬中宫了吧？听闻今日你还耽搁了圣上上早朝，这简直是藐视朝纲啊！上辈子我被狗皇帝折腾了一晚上起晚了，就是你这个小奴才故意刁难我，引我与你和皇后唇枪舌战，随后你们竟在背后各种编排我，让我得了个嚣张跋扈、不敬中宫的罪名，这辈子你们休想得逞。林嫣想到前世的种种，立马做出决策。她突然压下怒火，看向了皇后，只见她脸色一转，用手帕装着擦眼泪，嘤嘤嘤的假哭起来。嘤嘤嘤，皇后，你的奴才竟然敢跟臣妾这么说话，着实让我太委屈了。什么情况？这个悍妇怎么突然转性了，在我这装起了林黛玉？嘤嘤嘤，皇后娘娘，我早就听说您的父亲副尚书最重礼数，娘娘未入宫之前也曾是贵女之首，这种奴婢怎配在您身边伺候啊？我受点委屈不算什么，可别让他冲撞了您呐。奴婢不敢。不懂规矩还不退下？知梦立刻退到了傅寒月身后，不敢再多言。皇后傅寒月假意笑了笑，试图再继续拱火，希望能让林嫣暴怒，再给他安个不敬中宫的罪名。妹妹莫怪，皇上才登基1年，政务繁忙，
妹妹可不能耽误了她的早朝啊。哼，这是拐弯抹角，想再引我生气。不好意思，上辈子老娘性格直爽，经常被你们下套，这辈子老娘重生不干了。林嫣再次拿起了手帕，假意哭了几声。嘤，是，臣妾记住了。皇后娘娘，昨天臣妾也是真病着了，皇上还要亲手给臣妾喂药来着，要不是身体太虚，我也不会没起来伺候。下次臣妾一定不再这样。林嫣故意扯谎，想要气一气这个上辈子给自己喝毒药的狗皇后。傅寒月确实中计，听到皇上亲手喂林嫣吃药，醋瓶子一下打翻，瞬间变冷。娘娘，要是没别的事，我就先回去了哈。皇上让我好好养病呢。林嫣转身走出大厅，知梦再次走向前。娘娘，这颖妃怎么好像变聪明了？依照她的性子，稍微被说两句，一定会大闹一场啊！今日反倒先说起娘娘的不是了，简直是狂妄。她父兄都身居要职，皇上都要忌惮3分，如今狂妄又能拿她如何？她现在还仗着她那张脸，都快把皇上迷晕了。激怒林嫣，再给她安抚嚣张跋扈。不进中宫的计策失败后，皇后仍不甘心，又装病，故意引导舆论是林嫣气病了自己。没想到皇上知道后，非但没有联系她，反而顺手夺了她的后宫之权，转手给了林嫣。娘娘，皇上送来的代表后宫之权的同心佩，看来当真是喜欢得很。先吃些蜜饯吧。娘娘昨日说要苦，这蜜饯也是皇上特地差人送来的，可见皇上对您也是真心喜欢啊。喜欢？呵呵，喜欢还流放我全家，我呸！行吧，亏他有心了。不过本宫请安回来，皇后就称病，皇上随后就让人送来这同心佩以示恩宠，让我协理6宫。这皇帝心眼子真是多，这样一来我就跟皇后敌对掐起来了。他倒是渔翁得利。有道理哎，娘娘您真聪明。不过这皇后娘娘也很歹毒，表面上让出了权，背地里却让下人们不听您的命令。娘娘您一定不能就这么认输啊。爱妃，这同心佩可还合你心意？嘿嘿，认输怎么可能？对付皇后的机会这不就来了？一向霸道的颖妃怎么今天又这般娇软可人了？昨晚不是那么不太见朕吗？不过爱妃这娇羞可人的样子，真是让朕心里欢喜的紧。上一世被称为悍妇的林嫣，经常被人利用，吃了性格太直爽的亏。这辈子她决定再也不要不前尘，于是装起了娇女，开始跟皇上撒娇。皇上，皇后娘娘欺负臣妾，说臣妾耽误您早朝，连她身边的奴婢都敢对臣妾出言不逊，您可一定要为臣妾做主啊！皇后也是为了朕好，爱妃就担待些吧。不过既然这奴婢管不好嘴，便拔了舌头丢去新者库做苦一把。不错，计谋成功。原来这狗男人真喜欢撒娇，上辈子怎么没发现？那这戏要继续演下去啊！林嫣拿出同心佩给宗正月看，皇上送来这同心佩，让臣妾协理6宫，可那些人不服臣妾。今日臣妾派人去内务府取账簿，他们说只听中宫指令，不认臣妾。皇上，不如您把权收回去吧。宫中对臣妾风言风语够多了。这些狗奴才竟然忘了主子是谁，皇后把手伸得也太长了，该让她好好歇着了。皇上，您对臣妾可真好。林嫣假意撒娇，亲了皇上一下，随后躺在了皇上怀里。呸！要不是后宫无宠难活，鬼才会巴结亲你这一口。不过既然狗男人都这么说了，我也该给皇后送份大礼去了。嘿。林嫣带着香凝、香露和2个侍卫来到了内务府，内务府的太监、宫女齐刷刷看向几人。香露，可是这人说只认中宫牌子，不认协理6宫的颖妃的。回娘娘，就是他。太监磕头，满头汗。颖妃娘娘饶命啊！来人，捆了，送慎刑司领50板子，再给皇后娘娘送回去。侍卫将太监拖走后，林嫣扫视了一圈剩下的宫人，只见他们一个个战战兢兢，都不敢发话。记住，协理6宫之权是皇上给的，这皇宫的主子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皇上。谁敢违背陛下旨意，他就是下场。香露，查查还有谁是中宫那边的人，一并绑了丢回中宫去。走，听说皇后娘娘病了，咱去探望探望。随后林嫣便带着香凝、香露来到了坤宁宫。此时皇后傅寒月正靠在榻上，面色苍白，见林嫣进来，强撑坐直。颖妃妹妹，今日你怎有空前来探望本宫了？皇后娘娘病了几日了，妹妹便想来看看，也顺带着讨教掌管公务之法。本宫见颖妃妹妹手段上乘，处理内务下人得心应手，哪里用得着跟本宫讨教？哟呵，消息收得挺快啊！本来管这些事就竭尽心神，再加上皇后娘娘病了，皇上接连留住我这瑶华宫，忙得不可开交。真羡慕皇后娘娘还能在这坤宁宫里乐得清闲。
傅寒月听出林嫣这是在讽刺自己有名无权，就是个空头皇后，气得攥紧了拳头。颖妃妹妹能得皇上圣宠，是你的福气，你可要好好珍惜啊！这还得多谢娘娘您成全。对了，内务府送回的太监您该瞧见了吧？那人实在是太不懂规矩，妹妹怕他在外面丢您颜面，就赶紧给您送回来了。听到这里，傅寒月更是气得头顶冒火，但是又不能不顾脸面直接发作，只能暗暗忍了这股火气。那本宫多谢颖妃妹妹想得周全了。能帮上皇后娘娘的忙也是妹妹的福气。那妹妹先走了，皇上还等着妹妹呢。近日这皇上真是难缠得很啊，呵呵呵。林嫣带着香凝香入前脚刚走，傅寒月后脚再也压制不住了怒气，他林嫣，给本宫等着，我拿捏不了你，难道太后还拿捏不了你吗？傅寒月很快就添油加醋的将林嫣魅惑皇上，耽误早朝的事情告诉了太后。太后一怒之下，派人喊来了林嫣进行问话。太后做主位，皇后和众丫鬟在一旁侍礼。林嫣跪着。颖妃，哀家听说皇上已多日留宿你宫中，成何体统？回禀太后，臣妾也为难，我也曾劝皇上雨露均沾，可皇上非说臣妾宫里的锦枕比别处软和，要挤着睡，臣妾怎敢违背皇上啊？还有一事，如今皇后身子好了，这6宫之权自然该交还中宫了。呵呵，果然还是为了夺权才来的这一出，想拿回去没那么容易了。太后，皇后娘娘真的是福泽深厚，并也是说好就好了呢。不过这大病初愈，还是不宜太过操劳，臣妾愿继续为皇后娘娘分忧。林嫣眯眼微笑，一副乖巧模样，却说着最狠的话。太后气得咬牙切齿拍桌子：“你是不愿交还这协理6宫之权了？”啊，太后，您误会臣妾了，臣妾真的是怕皇后娘娘累着。臣妾刚刚去看望娘娘的时候，娘娘还卧病在床呢，想起娘娘生病的样子，臣妾的心还隐隐作痛呢。说完，林嫣还一手捂着胸口，一手拿着手帕，装作擦起了眼泪。傅寒月看着曾经的悍妇，如今却装起了娇滴滴的女孩，在这卖惨，更是怒火中烧。林嫣，太后的话你也敢不听了吗？今日就是皇上来了，也救不了你。是吗？皇上，朕的妃子，朕今日偏要看看救不救得。宗正月搀扶起跪在地上的林嫣，林嫣委屈巴巴的倚在宗正月怀里，太后气得火冒三丈。皇上，这宫印是协理6宫之用，皇后病好了，理应交还给皇后。林嫣一看太后又要发力，赶紧继续装作可怜巴巴的样子，看向宗正月。我知太后是顾全大局，今日莫要为臣妾伤了你们的母子之情。太后，稍后我便将宫印交回皇后娘娘宫中。不必了，本宫亲自陪你走一趟。哼，皇后可真是着急啊！局面不好再僵持，林嫣随后便称头疼离开了。宗正月本想给太后请安，没想到却看到了这样的局面。虽然他很想让后宫互相牵制，但是看到楚楚可怜的林嫣，还是很心疼。可眼下又不能做什么，没一会也便离开了。林嫣回去后，躺在软榻上吃着葡萄，香凝在一旁伺候着。突然，香露从外面兴奋地跑了进来。娘娘，现在外面都在传您被收回宫印，皇后娘娘打压您的事呢，这件事应该也传到皇上耳朵里了。按照您的吩咐，我们还添了把火，把您说的可惨了。这协理6宫的破事，谁爱干谁干，本宫才不稀罕，拿走就拿走。不过皇后想用这件事打压本宫，如今为了这事，反倒让她跟皇上之间生出嫌隙，也算是她活该。皇上驾到！她怎么来了？突然，宗正月走了进来。林嫣看见宗正月，表情突变，葡萄也不吃了，猛地站起身，装作生气的样子，双臂抱在胸前，转身背对着他。哼！我刚登基不久，地位不稳，本想用林嫣杀一杀皇后的风头，让他们背后的傅家、林家互相牵制。看来这林嫣是真伤心了，我得好好哄哄她。宗正月几步上前，走到了林嫣的面前。外面的传言朕都听见了，这次真的是让爱妃受委屈了。皇上怎么来了？太后说让您雨露均沾，臣妾可不敢独占您。还好，这年酸吃醋的样子，她还是喜欢朕的。不过朕好像也有点越发喜欢她这个样子了，不只是单纯想让她做自己的棋子。想到这里，宗正月一把将林嫣搂进了怀里。朕愿意宠你，谁也管不着。臣妾也想与皇上您日日厮守，但太后的话也要听。臣妾不想皇上与太后再起争执了。前世夜夜盼着狗皇帝来，他1个月才来上1、2回，这一世怎么天天往我这跑？前世林嫣不愿与人交心，在后宫之中更是鲜有知己好友，到最后落难之时，竟无一人帮衬。现如今他恩宠正盛，后宫无一人能及，但林嫣十分清楚，这只是一时的，没有谁可以永久占据恩宠。与其将来让皇上挑棋子来制衡自己，不如他主动给皇帝献上自己的棋。林嫣想到了上辈子宁贵人一直与世无争，决定卖他一个人情，拉拢下他。
皇上，宁贵人与我一向交好，他最近又总是心绪不宁，要不您今晚去看看他如何？好好好，朕独依你。呸！自己想宠幸别人，还说什么都依我，能重生的我不一定是人，但他是真的狗啊！宗正月跟林嫣待了一会，便真的去了宁贵人寝宫。不过这个场面又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，林嫣也成了笑柄。众嫔妃坐好，林嫣走进来，嫔妃们开始交头接耳，嘲笑林嫣。林嫣给皇后请安，众嫔妃更是对她一阵暗暗奚落。丽妃更是点名道姓的讽刺她。幽影妃来了，听说昨后半夜皇上抛下你去了宁贵人那，为何你今日还来得这么晚？一旁的宁贵人虽然像小白花一样与世无争，但是也不傻，听出来丽妃这是拿他当枪使。不过以他那柔弱的性子，也只能吃哑巴亏，只能尴尬的用手来回绞着手帕，不敢应答。林嫣倒是没在乎，直接坐在了他身边。丽妃，这请安的时辰，本宫没晚啊。倒是你来那么早，是因为孤枕难眠吗？皇后想拿捏我，那是仗着她有个比我高的位分，就凭你也想爬到我头上，真是给你脸了。果然，林嫣这悍妇的脾性还是本性难改。不过她可真是越来越好手段，愈发不好对付了。唉，好了，二位妹妹，半月后太后寿宴，颖妃妹妹既然协理六宫，这事就交给你办吧。别盛宠留不住，事也办不好，闹出大笑话。那丽妃你呢？既无圣宠，又不会办事，真是废物。宁妹妹，我们走。林嫣对完丽妃，就带着宁贵人去了自己的瑶华宫寝殿。宁贵人坐在林嫣对面，扭扭捏捏，好半天才开口：“颖妃姐姐，昨日皇上去我那，就下了一夜棋，其他什么也没干。”啥？半夜和美人只下棋？他是不是不行啊？不对啊，在我这可不是这样的。颖妃姐姐，皇上是不是不喜欢我，所以才……别胡说，证明你棋技好，皇上爱与你对弈，这恩宠别人想要还没有呢。姐姐不生我气就好。林嫣握住宁贵人的手，怎么会生气？妹妹今后与我同气连枝，我们可要互相照应呢。妹妹知道，昨天皇上能去我那，都是姐姐的功劳，多谢姐姐提携，妹妹有恩必报，以后姐姐有需要我的地方，我定会竭尽全力。那妹妹就不打扰姐姐歇息，我先走了。宁贵人转身离开，林嫣一拍脑袋，想起了上辈子太后寿宴的事，赶紧走到书桌旁，拿出纸笔写信。香露随侍在一旁，差点忘了，半月后太后寿宴，前世我爹爹本为我备了一株天下难求的双色牡丹作为贺寿礼，我却不要，送了一套破头面。最后牡丹被傅寒月得到，送给了太后，博了太后欢心。这次绝不能再让她抢去。娘娘在写啥？林嫣塞信给香露，给我爹送过去，让他半月后将那株双色牡丹送来，千万别走漏了风声。另外，叮嘱花房那边多养些普通牡丹，对外就说是我要给太后寿宴的礼物。是娘娘。半月后寿宴前一天，香露急匆匆跑入。娘娘，您为寿宴准备的牡丹死了一大半，剩下的也蔫了。昨天明明还好好的。呵呵，我就知道皇后、丽妃那些人不会让我好过。不过没关系，那些普通牡丹花就是我给你们准备的特别大礼。慌啥？花死也不能复生。去，把花房锁了，谁私闯就治罪。再把花房的管事和工人传过来。很快，花房管事和工人被传了进来。林嫣眼神打量了他们一圈，最后视线落在了管事的身上。这好好的牡丹为何死了一大半？回禀娘呢，许是天凉，花儿受寒了。本宫看你这脑子也是受寒了。鸦雀慎行思，若还有知情不报者，都是一样的下场。工人们一看这个出了名的悍妇发飙了，吓得纷纷下跪。是丽妃，是丽妃动的手脚。原来是丽妃，把证据收集起来，呈给太后和皇上。香凝，拿绢纸布料来，咱扎绢花。就这样，林嫣带着丫鬟们扎起了绢花。皇后和丽妃等人暗暗在背后嘲讽，打算在太后寿宴上狠狠踩林嫣一脚。很快就到了太后寿宴这一天，众人坐在大殿中，殿内摆满了绢花。除了那些跟林嫣不对付的人，其他宾客纷纷称赞林嫣筹备的寿宴好。这时丽妃出言刁难：颖妃，太后寿宴如此重要，竟敢拿假花出来！听说你把真花养死了，才用假的凑数，你安了什么心？林嫣瞪了一眼丽妃，选择了无视她，直接向太后行了一个礼。回禀太后，这不是普通的绢花牡丹，而是有着精妙传承的绒花，不仅工艺繁复，外形极美，而且永不凋谢，用作贺寿装饰再合适不过。太后看着自己
桌上摆放的绒花，表情稍微缓和了下，又想着假花确实让自己没面子，转而又严厉起来。这花扎的倒是精致，不过哀家生辰只拿出这绒花，怕是不太够吧？太后，这些绒花是专门为了陪衬臣妾送的寿礼用的，来人拿上来。香凝端着一个盖着红色绸缎的花盆走了过来，林嫣从香凝手里取过花盆，掀开上面的红绸，回禀太后，这才是臣妾为您备的寿礼。双色牡丹，天下仅此一株。今日殿上的这些绒花虽然美不胜收，可再美也抵不过这双色牡丹的1/1000，只能为她做陪衬，就如同世间女子都比不上太后娘娘凤仪万千。这也是臣妾今日准备这些绒花的深意。哈哈哈，颖妃有心了。太后看着艳丽惊奇的双色牡丹，心里甚是欢喜，随后想到了昨天下人的密报，转头看向丽妃，语气严厉。丽妃，之前哀家还收到了你蓄意破坏寿宴用花的证据，可有此事？丽妃瘫软在地，臣妾冤枉。这时，一直在一旁默默看着后宫争斗的宗正月也忍不住出来插一脚，毕竟受欺负的可是他最近非常喜爱的林嫣。朕也收到了密报，证据确凿，还敢狡辩，罚你禁足半月，抄诵经文。今日你也不必在这了，退下吧。丽妃瘫软在地，泪流满面。林嫣得意的笑，敢跟我作妖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太后寿宴一事，林嫣出尽了风头，皇后傅寒月气得咬牙切齿。这一日，林嫣又来请安，二人对面坐。颖妃妹妹，太后寿宴仪式你办得好，本宫甚是欣慰。你想要何赏赐？赏赐倒不必，太后寿宴其他妹妹也帮了不少忙，臣妾想办场小宴答谢一下妹妹们。想要在后宫好好活下去，必须有更多盟友。趁此机会，也正好让那些态度不明的后妃们看清后宫的分化，明白现在谁才是得势者。最好趁小宴都来投入我的门下，为我所用。也可，但行事务必谨慎，不可铺张。是，娘娘放心。林嫣微笑着离开，知梦一脸气愤走路。娘娘，您就是太大度了，后宫例行节俭，您都好久没有筹办小宴，他怎么敢越过您，先办起小宴，摆起派头来了？他哪是办小宴，他是为了拉拢人心。知梦给我盯紧他那边。是，娘娘。回到寝宫后的林嫣立即来到了书桌旁，开始写请帖。香露站在一旁。娘娘，要是小宴没人来咋办？多丢人啊！本宫现在胜券正浓呢，我就不信没人来。突然，宗正月走了进来，凑到了林嫣旁边。爱妃这是在干嘛？林嫣放下笔，看着皇上。臣妾近日想办一场小宴，与后宫姐妹聚聚，不知皇上可否出席，为臣妾撑撑场面。最近林嫣有点风头太盛，如果我再给她撑场面，是不是打压的皇后太狠？算了，还是找个借口吧。爱妃，朕最近政务繁忙，实在脱不开身。小宴时让海德福、宋玉善过去可好？啊，那好吧。上辈子林嫣为皇上吃了不少苦，这辈子她可不想让这个罪魁祸首好过，于是又开始撒娇装可怜。看着林嫣这样子，宗正月竟真的又有了一丝心软。爱妃莫要难受，要不朕……皇上，有了御赐菜肴，姐妹们就知道皇上时时念着臣妾，臣妾知足了。好险，我这戏差点演过了。你要是来了，那些妃嫔不得争风吃醋，我哪还有机会拉拢人心？隔了几天，宁贵人便带着自己对小宴怎么举办的想法来找林嫣商议。林嫣对此非常满意，同时也觉得这个宁贵人真是拉拢对了，心思很细，办事面面俱到，就是性子太软了。不过这也没事，事由他办，需要出头的时候自己在上也能省不少心。此次小宴，妹妹与我共同主持，能助你在后宫立好威望，站稳脚跟，你懂姐姐的意思。妹妹明白，多谢姐姐提携，妹妹一定尽心尽力。那我先退下了。宁贵人刚离开，香露手里拿着一封信，匆匆忙忙从外面跑进来。娘娘，娘娘，镇国公府千金来信了。是青化的信，快拿给我。看完信后，林嫣笑了笑，便去了淑妃的御福宫。进门径直落座，淑妃端坐椅上，面色冷淡。贵妃深夜造访，不知所谓何事？淑妃，我与你姐姐是自小的玩伴，这是你姐姐李青化的信，她知我得宠，托我在后宫照拂你。你与寻亲王青梅竹马，入宫后仍私下相见，这是我清楚。我们绝非你所想那般。皇后傅寒月也快查到了，她若出手，你和寻亲王都难逃干系。你姐姐一直觉得让你替她入宫亏欠了你，所以让我看在自幼一起长大的份上，在后宫护你周全。替姐姐入宫是我自愿，可我不能连累寻亲王，求贵妃相助。淑妃虽然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恨得要死。我本也是郑国府李家的嫡女，要不是姐姐李青化投身边疆，我也不会替她进宫，更不会在这深宫中煎熬。
寻哥哥与我已经越发疏离，我恨姐姐，我恨李家，我恨所有人。我在后宫已站稳脚跟，若你愿与我结盟，我保你无虞，甚至还能助你跟寻亲王偶尔相见。真的吗？那是自然，现在就看你怎么选了。长姐信你，我便信你。很好，看来我的阵营又多了一位盟友。又隔了几天，瑶华宫宴席齐备，小宴正式开始。众嫔妃窃窃私语，宁贵人忙着核对菜品，林嫣端坐在主位，看着现场很是满意。林妃小宴很好，我还真担心大家忌惮皇后，一个都不敢来，没想到竟然来了这么多，看来大家还是识相的。这时，皇后一脸假笑，带着丽妃走了过来。众嫔妃简单行礼后，便再度落座。对不起了，皇后娘娘，今日这小宴我是主办人，也没想到你会来，就委屈您坐我旁边了。颖妃，你怎么敢？丽妃气得暴怒，傅寒月也暗哈，可是又不能失了体面，只能咽下。丽妃妹妹无事，颖妃妹妹今天是主办人，我们也只是来凑个热闹罢了。傅寒月坐在了次位，丽妃站在了他身后。颖妃妹妹这小宴排场比本宫还足啊！皇上恩准的，自然不能寒酸。海公公到了。海德福率宫人端御膳而入，菜肴很是精致。丽妃走上前，又开始作妖。悠悠，瞧瞧，颖妃得的圣宠可是独一份，我们可没这福气。丽妃跟着皇后这么久，半点沉稳没学来，整天阴阳怪气的给谁看？既然你不把本宫放在眼里，来人，把她拖出去，本宫的小宴不欢迎搅局的。你敢？林嫣，你真是越来越放肆了，感动我的人，哼哼好戏在后头呢。宫人完全不管丽妃说什么，直接抬走了丽妃。傅寒月攥紧拳头，终究没开口阻拦。终于安静了，今日就是图个高兴。姐妹们，今日的点心都是皇上赏赐的，大家好好享用吧。我们都是托姐姐的福。宁贵人说的是，我先敬颖妃姐姐一杯。淑妃今日果然是不同了，竟然带头跟我亲近，看样子是真心站我这边了。海德福再度走入。皇上驾到。宗正月进门，坐至林嫣身旁。皇上不是说公务繁忙，怎么有空过来？这男人来干嘛？真是影响我发挥。后宫多事，朕担心你应付不来。林嫣美则美矣，手段跟皇后比，恐怕还是不太够看。我不来，她还不得受气，而且没有她制衡着皇后，皇后背后的傅家还不反了天，那可不行。看着林嫣和宗正月含情对视，傅寒月更是气得捏紧了拳头。突然，宁贵人脸色发白，站了起来。姐姐，我有些不舒。话音未落，宁贵人脸色皱紫，直挺挺倒地。众嫔妃惊呼，香露上前查看。不好，宁贵人好像是中毒了。宁贵人面色发紫，晕倒在地，众人慌乱。香凝，拿解毒丹，传太医。香凝赶紧拿来解毒丹、地药。林嫣喂给了宁贵人，太医随后冲了进来。林嫣站在一旁，视线在小宴上默默地巡视了一圈。此时宫中最得宠的就是我和宁贵人，宁贵人突然在我宫中出事，定是有人想要诬陷我嫉妒他得宠而下毒，这样还能同时除掉我和宁贵人。想到这里，林嫣的视线停留在了皇后身上。这时，太医诊治探查一番后，拿起了宁贵人用过的杯盖，随后表情大惊失色。宁贵人的杯盖有毒，万幸颖妃娘娘先为了解毒丹，不然神仙来了也难救。颖妃，你宫中出这等谋害嫔妃的事，你必须给宁贵人给本宫一个交代。皇后如此着急给人定罪是为何啊？真凶我定会查清楚。这瑶华宫小宴上下事宜确实都是臣妾盯得不错，但也不排除某些人手伸的够长，脏了我的瑶华宫。颖妃，你不思悔过还如此出言不逊，要是太后知道此事，绝不会轻饶你。太后做主位邓林嫣、宗正月、傅寒月坐在两侧，林嫣跪地。皇后傅寒月嘴架没吵过林嫣，便又搬出了太后。办个小宴都能出这种事，此事虽未有定论，但瑶华宫监管不力是事实。颖妃，罚你禁足1月，以儆效尤。可恶，本想办个小宴拉拢人心，壮大自己的联盟，没想到却还是被皇后钻了空子。想要脱身的林嫣无奈再次向那个他最讨厌的狗男人宗正月求助。只见他狠狠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，眼泪立马流了出来，随后委屈巴巴地看向了宗正月。皇上，你可要救救我啊！宗正月立马心疼。母后，此事蹊跷，还需慢慢查证。皇上，后宫之事太后自会定夺的，还望皇上莫要为了一个妃子跟太后再生嫌隙了。何况宁贵人的确是在林贵妃的小宴上出的事啊！他竟然用太后来压阵，我看他是彻底不想要这后宫的权利了。眼看皇上也跟着吃了亏，林嫣无奈地翻了白眼。还真是男人靠得住，猪都能上树，关键时刻直接掉链子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这次认栽。皇上，臣妾没有证据自证清白，甘愿受罚。皇后说的有理，臣妾可不想让您因为我跟自己的母亲生了嫌隙啊！狗皇后，我们下次再战。就这样，林嫣在瑶华宫开始禁足。一日，林嫣坐在桌边，
香露端着膳食进来。娘娘也太反常了。禁足之后，皇后不仅没克扣攒用度，膳食还做得愈发精细了。不对劲，她没这么好心。取银针来。香露取来银针，林嫣接过戳进菜里，银针瞬间发黑，香露吓了一大跳。林嫣也很愤怒，皇后竟然想要我的命，哼！那别怪本宫将计就计了。香露，本宫中毒了。狗皇后，上辈子你给了我一杯毒酒，这辈子还想故技重施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干了。说完，林嫣朝香露眨眨眼，然后装晕。香露先是一愣，然后恍然大悟，装作着急。救命啊！娘娘晕倒了，快叫太医。很快，太医就被请了过来，给林嫣把脉。贵妃娘娘，这是中了慢性毒，毒源就在这膳食里，还不快为娘娘解毒，再通知皇上。太医正在为林嫣开解毒药方。片刻后，宗正月着急闯入，抱住林嫣。爱妃，这后宫越来越乱了，傅寒月真是无能，朕知你无辜，这就解了你的禁足，你且宽心，好好养病。谢皇上，臣妾能听到皇上这一番真心话，就算死也值了。嘿嘿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真是越来越期待狗皇帝和狗皇后私成的大场面啊！爱妃怎可胡言，朕不会让你死的。后宫接连发生中毒事件，往常也就罢了，这次竟然敢对我最爱的尹妃下手，朕绝不会姑息。送走太医和皇上后，天已经黑了。香露拿着信，急匆匆进屋。娘娘，淑妃娘娘派人送了信来，说抓着狐狸尾巴了，您看。林嫣坐在桌边展开信阅读。呵呵，查到最后，竟然只能查到是皇后身边的云嫔下的毒吗？皇后手段当真了得，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也好，那就先除掉你的一个羽翼，明天就把这证据呈给皇上。林嫣的话音刚落，香菱就快步跑过来。娘娘，出大事了，云嫔娘娘自尽了。好个傅寒月，手脚真快。云嫔是傅寒月的人，我们才刚查出点眉目，就这么被弃居保帅了。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下毒一事看来不好再调查，只能就此作罢。我记得前世此时边境匈奴即将来犯，我的长兄林沛风带兵出征，李清化随军辅佐，结果二人死在了战役中。郑国公也为此怪罪我们林家保护他的女儿不利，与我们的关系急转直下，变得针锋相对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皇后的母家自此逐渐占据朝中大事。现在想来，长兄与清化的死肯定也是皇后的手笔。皇后必定不会善罢甘休，盯紧他，做好再次应战的准备。3日后，香露拿着一封信，急匆匆跑进来。娘娘，府上寄来的家书。林嫣展开信读起来。言儿，在你大哥沛风手下吃了大败仗的安国，5日将派出来使者团前来觐见求和。最近边境匈奴也蠢蠢欲动，皇上又钦点了沛风带军攻打。郑国公家的长女凤威将军李清化也将随军。果然和前世一样，此次匈奴来犯，本在数月后就会因不适应我朝的天气自行退兵，兄长的牺牲实属不值，一定要阻止。可直接劝阻宗正月也是下策，后宫干涉朝政是大忌，我得想点别的办法。香露用手在发呆的林嫣眼前晃了晃。娘娘，娘娘，走去见见淑妃妹妹。很快，林嫣就到了御福宫，淑妃行礼迎接。颖妃姐姐此番前来，可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做？妹妹，我知你心系寻亲王，那你想不想见他？安国使者觐见在即，我可让你们在此期间见上一面。真的可以吗？妹妹，你是自己人，本宫也不跟你客气。本宫为你们做安排，却有一事相求，我想让寻亲王劝下皇上，别让我大哥去边关。此事也只有他能说上话。我大哥此行注定凶险，傅家恐怕要在背后下黑手了。妹妹明白了，我一定竭尽所能。林嫣看着淑妃同意了，便自行离开。淑妃也写信将此事告知了寻亲王。不过，寻亲王在朝堂上提及此事时，皇上并未当下手笔，而是选择冷处理，日后再议。此事只能暂时作罢。林嫣得知后，再次心急如焚。又过了几日，安国大皇子和3公主携使团真的前来觐见。宗正月高坐首位。大宗国果然如传闻中强盛，这届封宴声势浩大。哪个是大宗的颖妃？你的威名早就传到我们安国去了，快些站出来，让本公主瞧瞧。好啊，我不找你们麻烦，你们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本宫便是。素闻颖妃盛名，本公主也好奇你的本事，今日想跟你比试比试。想拿我立威？比什么？投吧。众人心思各异，窃窃私语。这颖妃乃是后宫的妃子，虽然性格有点张扬，但是讨把这种事情她哪会啊？是啊，这不是要丢我朝的脸了吗？今日安国使者前来，本是为了两国交好，可3公主与朕的贵妃针锋相对，提出这种明显不利于我们的比试，实在是失了规矩。没事，比也可以。
但没点彩头可不行。安国产的汗血宝马可是以1敌100的2种，若我赢了，安国需每年向我大宗国进贡100匹汗血宝马，如何？没问题。颖妃妹妹向来多才多艺，我相信定不会扫了公主的兴。放心吧，皇后娘娘，臣妾一定不辱大宗国威。狗皇后想看我出丑，没门！我素来与凤威将军李清化交好，小时候可没少跟他学舞刀弄枪的本领，这射箭头把我天赋更是极高，李清化都不曾赢过我，就算真的跟安国三公主比试，也定不会输。很快，工人就搬来靶子，三公主先投，3标全中靶心。该你了，颖妃。林嫣拿起3枚飞镖，抬手一甩，3标不偏不倚顶掉三公主的3枚飞镖，扎进靶心。公主，这算我赢没问题吧？你说的话可还算数？你怎么可能？你们大宗朝的妃子不应该只会绣花吗？舍妹无礼，望颖妃娘娘海涵，汗血宝马我安国定当如属奉上。宗正月在一旁满意的点了点头，随后看向了林嫣。不愧是朕的爱妃。皇后气得咬牙切齿。宴请安国使团结束后，林嫣便回到寝宫，歪在软榻上休息。宗正月很快走了进来，坐在她身边，拉着她手拍了拍。朕的好爱妃，今日替我大宗长脸，可想要什么赏赐？赏赐？对了，我大哥的事一直没进展，正好借此事推进下。皇上，臣妾有您陪伴，不需要别的赏赐，只是讨伐匈奴一仗，可否不让臣妾的兄长犯险？林佩峰是个难得的好儿郎，接连替朕打了几次胜仗，本想让他再去挫挫匈奴的锐气，也罢，就满足下爱妃的需求吧。好，独依你。倒是皇后，今日在殿上故意用言语激你，丝毫不顾及国威。若不是你赢下比试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管理6宫的权力，该让一让了。皇上您如此爱重臣妾，臣妾无以为报。宗正月一听，眼神瞬间一惊。无以为报？你今晚不就可以好好报答朕？嘿嘿嘿。宗正月抱住林嫣，林嫣在背后表情很无语。狗皇帝这张脸确实是不错，但上一世你利用我与皇后争斗，害我父兄凄惨，这笔账我一定要讨回来。这辈子就好好当我的狗，先帮我狠狠咬死皇后跟傅家吧。林嫣再次侍寝后，宫女送汤药过来。颖妃娘娘吉祥，这是皇上吩咐给您送来的助孕汤药。助孕汤药，呵呵，上一世他也是这么说的，亏我还巴巴的喝，临死前我才知道那是避子汤。哎，狗皇帝利用我制衡后宫，又怕我怀孕得势，这苦了吧唧避子汤，上一世不知喝了多少，死了一回了也躲不掉。罢了。林嫣没接稳药碗，摔了一地。香露赶紧过来打扫。娘娘，皇上真是把你放在心尖上疼，这里面助孕大补的当归和丹参都是最上乘的药材啊。助孕大补，这不是避子汤吗？什么避子汤？娘娘您在想什么呢？上一世明明是避子汤，怎么突然变成了助孕药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狗皇帝这是又要做什么妖？林嫣正疑惑，香凝就进来通传宣旨太监到了。林嫣和香露香凝跪地接旨。颖妃林嫣荣德兼备，知礼恭和，于使团接封宴上护我大宗国国威有功，敬位为颖贵妃，赐协理6宫之权，钦此。谢皇上隆恩。同日，安国三公主被安国送与大宗国和亲，被封为妃，赐号安。安国三公主进入后宫已经好几日，宫中礼节多有怠慢不说，还经常见到皇后都不行礼，惹得众妃嫔不满。仗着自己的身份就这么没规矩，也不想想自己只是个和亲公主而已。大宗的规矩就是让你在背后嚼舌根的，是你太放肆。都是姐妹，莫伤了和气，今日也无他事，姐妹们散了吧。皇后娘娘，我与林嫣交恶，不如你护着我，我替你除掉那个碍眼的颖贵妃。妹妹有心了，7日后的百花宴，安妹妹便随我一道出席吧，我可是有大礼送给各位姐妹的。那边的皇后和安妃还在算计，这边的林嫣已经收到很多礼物。娘娘，你母家2少爷从南州送来了好多丝绸，堆成山了。这丝绸一看就知道是最上等的货色。那当然，我二哥可是当今世上数1数2的经商天才。等等，你刚刚说南州，我记得前世南州马上要闹蝗灾，二哥的丝绸生意不仅血本无归，后来还被皇后暗害，死在了归乡途中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下二哥。当务之急是先让二哥从南州回来，保住性命。可如果直说将有蝗灾，二哥不一定会信，得想个更合理的借口。有了，让二哥成为皇商，召他回京。要成为皇商，第一步是打响二哥的名头。香露，把这些丝绸精点好，按位分给各宫娘娘，都分下去。再去请京城最好的绣娘，依着这丝绸的质地，设计最时兴的宫装式样，随丝绸送到各宫去。7日后的百花宴，咱们来唱一出好戏。
今日百花宴，倒真是叫朕眼前一亮。臣妾身上的这料子是颖贵妃哥哥送来的南州丝绸，真是好看。制成的衣裳流光溢彩，美不胜收，臣妾也最是喜欢。好，爱妃有心啊，这后宫有你协理，朕真是省心。趁着这个好日子，臣妾也有一件喜事要跟皇上说，臣妾有孕了。什么情况？前世3年没怀，这辈子这么快，这种纯不纯啊？皇后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吓了皇上一跳，表面安慰了皇后注意养胎，随后便气呼呼地回了乾清宫。哼，我登基未满1年，根基不稳，绝不能让本就得势的富家有敌皇长子。这1年来，朕除了尹贵妃，根本没亲自碰过皇后乃至整个后宫的所有嫔妃，实在应付不过去，也是安以你易容成朕的样子替朕行房，事后也都赐了婢子汤。莫非是皇后偷偷在婢子汤上做了手脚？回禀主上，属下已经在查了。主上可稍微宽心的是，皇后之前为了助孕，胡乱用了许多药，早已伤了根本，不出意外，这胎很快就会保不住。富家想要嫡皇长子是吧？那正好，其他东西该还来了。明天一早我们就去坤宁宫。第二天一退朝，宗正月便来到了坤宁宫，他和傅寒月坐在首位，众嫔妃坐在两侧，林嫣也在其中。皇后怀孕辛苦了，看你最近憔悴了不少，朕实在不忍。这6宫的事宜，还是暂且全先交给尹贵妃打理吧。谢皇上，臣妾定当竭尽所能为皇后娘娘分忧。多谢皇上体恤。皇后这是怎么了？脸突然这么红？臣妾这是感动，呵呵。皇后娘娘不是有喜了吗？皇上你不去陪着，跑我这没喜的瑶华宫来做什么？爱妃莫不是吃醋了？别生气，朕的孩子只能你来生。狗皇帝，上辈子骗我一世还不够吗？皇后肚子里还怀着一个，就跟我花言巧语来了。那臣妾一定努力，谢皇上。爱妃打理后宫事宜甚是辛苦，可有什么恩典想求？臣妾却有一事，我二哥林佩民善于经商，而且心地纯善，不仅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每年还拿出盈利的1成来救济灾民。臣妾保证，他的为人是极好的。我二哥目前做的最大的是南州的丝绸生意，南州那边的地理环境和天气很适合养桑蚕，若能将这丝绸生意做成大宗对外的主要经济产业，可保国库充盈，百姓富足。臣妾想斗胆求的恩典，就是让我哥成为皇商，好好经营这丝绸生意。你二哥的事，朕已有耳闻。不仅如此，你的父亲林相虽年过半百，但依然勤恳进取，政见与朕相合，是难得的好助理。朕即将施行新政，也打算重用他。皇上与臣妾说这些是同意了。爱妃觉得呢？第2日早朝完后，宗正月特意让寻亲王留下。好，今日之事一毕，那诸位爱卿先行退下吧。寻亲王留下。朕收到消息，南州出现了小范围蝗虫，若不及时处理，怕是要成蝗灾。朕信不过别人，给你亲自跑一趟。3日后启程。林家2公子林佩民也在南州，可邀他助你。是，臣弟领命。瑶华宫寝殿，宁贵人和淑妃自从加入了林嫣的联盟，时不时便会来探望林嫣。林嫣打了个哈欠，似乎有些乏累。姐姐，您最近总是精神不济，胃口也不好，不如换太医来瞧瞧。香凝，去请张太医，宫里的太医我只信得过他。奴婢马上就去。恭喜娘娘，您这是有喜了。宁贵人、淑妃、香露都满脸惊喜。林嫣先是惊喜，然后表情凝重。张太医，此事切勿声张，哪怕是皇上也暂时瞒下。是。淑妃妹妹怎么看？臣妾为姐姐高兴，但有孕一事还得暂且压下。后宫别有用心之人多，姐姐吃食和用品都要再三检查，马虎不得。尤其要小心皇后，让她知道你怀孕，这孩子必定不保。妹妹说的极是，真没想到我这一世竟然能怀了龙种。也好，希望你能为母亲、为林家带来好运吧。母亲也定会想尽办法护你无虞。坤宁宫内，傅寒月满面愁容地坐在桌前，知梦端着安胎汤走过来放在桌上。皇后傅寒月这一胎确实是用了助孕的秘药，没想到药性猛烈，怀上的这胎却一直胎相不稳，连太医院都没法保住。傅寒月为今之计，只想着即使这胎留不下来，也要用它扳回一城。哎，这安胎汤喝与不喝有什么区别？娘娘，太医院咱们的人今日递来消息，说尹贵妃因精神不济，不思饮食，也传了太医前去诊脉。这听着怎么也像是有孕了。她林嫣算什么东西，敢在此时有孕？娘娘息怒，太医院的记录上说只是普通的困倦积食。哼，太医院也不可全信，我必须要亲自验过。第2日，众嫔妃给傅寒月请安，傅寒月穿着厚重保暖，林嫣闻到了特殊的气味，有艾草味。皇后的月份还远不到需要熏艾保胎的时候，难道这胎有问题？今日早晨，本宫刚好请来了民间妇科医生，保胎助孕皆颇有心得，想着诸位妹妹都齐聚一堂，不如也一起给诸位妹妹瞧瞧身子，烦请医生为各位娘娘诊脉了。是。最近尹贵妃似乎也总是不思饮食，容易困倦，她正得圣宠，医生可要仔细啊。草民明白。
回禀皇后娘娘，贵妃娘娘这是如何？回禀皇后娘娘，贵妃娘娘身体无碍，就是积食了。还以为他林嫣使了什么手段和本宫同时有孕，没想到就是个空心草包。原来如此，妹妹要注意饮食才是。今日请安就到这，妹妹们且回吧。多亏了淑妃妹妹给的药。另外，妹妹知道义父能将孕期脉象遮掩成积食腹胀之象的方子，一会儿送到姐姐这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哼，想暗害我，这辈子休想得逞！而且傅寒月这胎不足3月便开始熏爱，想来皇后定是用了什么偏门的法子，才有了这一胎，已经快保不住了，到时势必会拉个垫背的，我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林嫣请过安后，便回到瑶华宫，坐在桌前看书。香露拿着信跑了进来，娘娘，林太傅给您寄来了家书。对了，香露，今日我去请安，皇后殿里在熏艾草，这不足3月熏艾绝不寻常，我担心到时候这胎有个万一，会算到我们头上。你最近行事务必要多个心眼。是，娘娘。交代过后，林嫣才放心的慢慢打开信件。父亲寄来家书，说下个月就将推行新的科举制度，这件事由三哥林佩冕主持。我记得上一世时，此次科举改革由于副尚书一党从中作乱，我三哥被诬陷泄题，含冤入狱。快备纸笔，我要给家中写信。林嫣刚写好信，香凝拽着一个工人突然进来。这工人好面生，绝非惯常在我们宫中伺候的。他刚才在偏殿的花丛里鬼鬼祟祟，奴婢赶紧将他抓了过来。林嫣接过娃娃，手指上突然多出几个红色小疙瘩。林嫣恍然大悟，巫毒娃娃，哼，说谁指使你的？贵妃娘娘饶命！是丽妃娘娘，她用奴婢的家人威胁奴婢，说这巫毒娃娃能咒人短命滑胎。呵呵，丽妃这是想拿这个让本宫替皇后这早晚要落的胎背锅啊！咦，能让我过敏，这不料莫不是蜀国云锦？哈哈哈哈！好你个丽妃，那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第二日，坤宁宫寝殿，傅寒月腹痛打滚，太后和宗正月都赶了过来。太医为傅寒月诊脉。太医如何了？皇后娘娘，这明显是滑胎之兆，可皇后娘娘脉象原本一直平稳，怪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娘娘，您这更像是中了民间的巫蛊之术，奴婢这就去请天师。天师被请入，装神弄鬼跳起了大神。突然，天师奸诈一笑，确实是巫蛊作祟，凶煞在西北角。西北角是瑶华宫的方向。太后一直想要皇孙，眼看孙子不保，非常震怒。她将此事通知了皇上，并一起带领众多妃嫔和下人涌进瑶华宫院里。给我搜！工人们在瑶华宫里四处搜寻挖掘，在院中挖出了巫蛊娃娃。果然是你诅咒皇子。见过皇上，见过太后，臣妾不知今日这般阵仗，所谓何事？皇后滑胎，说是巫蛊诅咒所致，你殿中又恰好挖出了这巫蛊娃娃。这娃娃可否借臣妾细看一下？这巫蛊娃娃绝非出自臣妾宫中，缝制这巫蛊娃娃所用的布料乃是蜀国云锦，因臣妾对这蜀国云锦过敏，我殿中从不曾使用这种布料，倒是丽妃妹妹特别钟爱这种布料，近半年来的蜀国云锦都进了你的宫中，对吧？我还真的差点以为就是林嫣出的黑手，幸好，我的好爱妃可不能太心狠手辣。随后，宗正月和太后便怒气冲冲转头看向丽妃，丽妃面如死灰。不是我。这时，一个小太监急忙跑过来，禀皇上、太后，皇后娘娘小产了。我的皇孙。即刻起将丽妃打入冷宫，永不召见。皇后小产后日渐失宠，太后也不爱再见她。她想起孙子小产的伤心事。坤宁宫内，傅寒月喝完药，拿起手里的信看了又看，表情愤怒痛苦。知晓本宫小产上了根本，傅家马上就要安排傅婉儿进宫，这个庶女，她也配进宫跟本宫平起平坐？娘娘息怒啊！安排下去，让傅婉儿进宫吧，就说给本宫事己。娘娘，奴婢担心傅婉儿跟您不是一条心。那是必然，我已然成为傅家的弃子，被丢弃，恐怕也是早晚的事。不过，安妃，你该有孕了。皇后准备扶持安妃跟林嫣再次一搏。这时的林嫣正在寝宫休息，香露匆匆跑入。娘娘，前几日傅家一位庶女进了坤宁宫市集，皇上最近留宿坤宁宫好几晚，下人们都传这庶女爬了皇上的床。傅家庶女，我记得前世的她尽管出身不高，但是个很有手段的女人，将这后宫搅得不得安宁。话音未落，工人传话，安妃走入。见过贵妃娘娘，妹妹最近总觉得身子不爽利，许是不适应这大宗国的气候，皇上也来陪了妹妹好几晚。姐姐，你不会生气吧？妹妹得了圣眷，做姐姐只有高兴的道理，怎么可能生气？那倒也是，这几日皇上与我浓情蜜意，我这肚子里现在已经有了小皇子了呢。安妃手抚小腹，表情得意。若真能诞下皇子，那本宫却要道声恭喜。只是这龙胎金贵，妹妹不仅要有怀上的福气，更得有平安诞下的命数才是。安妃脸色骤变，
猛地站起身。林嫣，你是在诅咒本宫和皇嗣吗？乔妹妹说的，本宫不过是关心则乱，这头3个月最是要紧，莫要动了胎气，否则辜负了皇上的期盼，那才是弥天大罪。安妃被噎得说不出话，最终只能狠狠瞪了林嫣一眼，拂袖而去。上辈子安妃终身无子，最终在冷宫寂寥而死，这辈子竟凭空多出一个孩子，此事绝不简单。香露，奴婢在，你替本宫传话给张太医，3日后就是秋烈宴，让他务必做秋烈宴上的当值太医。是，娘娘。宴会之上，宗正月端坐主位，皇后因身体一直不适，没有参加此次宴会。林嫣坐在了宗正月的身侧，安妃坐在不远处，众人依次落座。只见林嫣端起一杯酒，围场上见皇上龙马精神，臣妾心中好不倾慕。这一杯，臣妾敬皇上，愿皇上圣体安康。还是爱妃最会说话，比那些陈词滥调动听多了。安妃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她感觉自己的风头被抢。皇上，林姐姐说得好，臣妾在此也敬皇上一杯，祝我朝后继有人，皇上多子多福。太后赞许的点了点头，不错不错。往日听人一直说他跋扈，现在看来也还是个懂礼数的。最主要的是，他的肚子可有我期待已久的大孙子。安妹妹说的是，只是皇上为国事操劳，日夜不休，难得如此放松。若连此刻都要被这些沉重的大道理绑着，那臣妾可真心疼皇上了。说得好，今日是家宴，只论风月，不谈国事。安妃你怀有身孕，这敬酒也免了吧，朕就不喝了。呵呵，林嫣可是我的爱妃，就凭你还想抢她的风头？宗正月对于安妃的恭维并未买账。安妃举着酒杯，尴尬地僵在了原地。可恶的大宗皇帝，竟然这么不给我面子！有了，哎呦，臣妾突然觉得心口烦闷，头晕目眩。皇嗣乃国之根本，不容有失。安妃，你先随哀家去后殿歇息。来人，快传太医。是，臣妾遵旨。安妃在宫女搀扶下走向后殿，太后、皇上、林嫣也随即起身随行。很快，大家来到了秋烈宴后殿，安妃坐在榻上，其他人围坐。张太医沉稳步入。且慢，本宫的脉向来由刘太医请，快去传刘太医来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挑3拣4，人命关天，由不得你。安妹妹，你这又是何苦？如今龙胎要紧，张太医亦是太医院的圣手，先让他瞧瞧，总是稳妥的。若真耽搁了，你我谁担待得起这罪责？安妃被林嫣一番话堵得脸色煞白，只能咬唇不语。完了，假怀孕的事情可能要败露。张太医，快给安妃瞧瞧。是，启禀皇上。太后，微臣再三诊脉，安妃娘娘凤体康健，并无大碍，只是这脉象平稳和缓，娘娘怕并未有孕。不可能，你胡说！你这庸医竟敢在此信口雌黄！我要刘太医来给我诊脉。安妃仍然嘴硬，想要再做最后一搏，把一直给自己串通好的刘太医请来。太后这时插话：张太医，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欺君之罪，株连9族。微臣不敢妄言半句。安妃娘娘确实没有身孕，微臣愿意项上人头担保。安妃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太后明鉴，臣妾冤枉，臣妾是真的有了身孕，定是这张太医与人勾结，意图陷害臣妾。好，张太医一人之言，或许不足为信。来人，去将太医院院首李太医给哀家请来。完了，不是要请刘太医吗？怎么换成李太医了？这下彻底完了。李太医是太后心腹，为人最是刚正不阿。安妃，我看你这次如何收场？一炷香后，李太医急速赶来。李院首，你是哀家最信得过的人，你来替安妃看看，给哀家一句准话。微臣遵旨。回禀太后，皇上，经微臣诊断，安妃娘娘脉象平和，确无孕象。好一个安妃，假孕欺君，是朕与太后为无，你可知罪？皇上，臣妾冤枉，臣妾真的……够了，朕不想再听你一派胡言。传朕旨意，安妃假孕欺君，罪不可赦，即刻贬为贵人，禁足中翠宫。无朕旨意，不得踏出半步。安妃瘫软在地，太后长叹一声，非常失落，很是期待的孙子，竟然又是一场空。皇上拂袖冷哼，并派人严查了安妃一直想请的刘太医。随后众人转身离去。傅寒月本想扶持安妃，却没扶起来，气急败坏。他端坐于凤榻，大手一挥，茶盏被砸碎。蠢货，这个安妃当真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娘娘息怒，千万保重凤体啊！息怒？你叫本宫如何息怒？让他假孕固宠，为的便是趁着胜券，将这假孕做成真孕。他倒好，得了几分颜色，便迫不及待地跑到林嫣那便前去卖弄。傅寒月眼中寒光一闪，既然他林嫣使出此种伎俩，那别怪本宫下狠手了。去传钦天监监正，请他即刻入宫，本宫与他有要事相商。是，娘娘。傅寒月与钦天监监正一番密谋后，便来到了慈宁宫。太后轻捻佛珠，傅寒月坐在了一边。母后，儿臣总觉得心中难安，想我皇家血脉，
何等金贵！前有儿臣不幸小产，后有安妃空欢喜一场，这桩桩件件，说是巧合，儿臣却总觉得事有蹊跷。莫非有什么秽物作祟，冲撞了龙翼气数？秽物作祟，此等怪力乱神之说，皇后也信？母后圣明，但儿臣以为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关乎皇嗣，再小心也不为过。你且说说，该如何查起？此事非人力可查，或可请钦天监监正入宫，让他为我大宗后宫卜上一卦，看看是否真有不祥之处，也好早做防备，求个心安。明日宣钦天监监正来慈宁宫。第二天一早，太后与宗正月坐在主位，傅寒月坐于一旁。钦天监监正手持罗盘，在殿中做法。监正大人，可有眉目了？启禀皇上、太后、皇后娘娘，微臣奉旨推演天机，发现宫中紫薇之气暗淡，竟是有一股戾气盘踞，重犯龙脉。什么？究竟是何物作祟？根源何在？讲清楚。回太后，此戾气非同小可，它源于寅上，专克阳刚，导致龙嗣艰难，凤胎难安。且此戾气之根源，竟系于一人之命格。何人？此女便是皇上新宠尹贵妃，她命格属寅，犯天煞孤星，有她在宫1日，宫中便难有子嗣降生。她自身亦是注定的无子之命。一派胡言！陛下恕罪，天象如此，微臣万死不敢欺君。原以为他只是骄纵了些，不成想他竟是这等祸国殃民的灾星。来人，去把那罪魁祸首林嫣给哀家押过来。奴才这就去。1刻钟后，林嫣，你入宫已久，却迟迟未有身孕。哀家听闻钦天监说你命格不详，不仅自己无孕，还会阻碍皇嗣降生。回太后，臣妾入宫以来，日夜期盼能为皇上开枝散叶，可命运弄人。命运弄人，若真如钦天监所言，你这便是断送我皇家子嗣，该当何罪？太后明鉴，臣妾实在冤枉，臣妾已经有了身孕。太后惊讶，宗正月也从座位站起，快步走向林嫣，拉住了她的手。爱妃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臣妾已有孕3月，之前胎相不稳，宫中又多事，为保皇嗣无恙，才一直秘而不宣，并非有意隐瞒。说完，林嫣躲进宗正月怀里大哭，再次开启自己的坐经大法，让皇上心疼。臣妾的父兄为国效力，鞠躬尽瘁，臣妾在宫中却要受这等冤枉。他们说臣妾不能有孕，阻碍皇嗣，这分明是要断臣妾的后路，让臣妾在宫中寸步难行啊！钦天监造谣污蔑皇妃，动摇皇家子嗣之计，传朕旨意，将钦天监监正打入大牢，务必彻查此事。皇上饶命啊，微臣冤枉。宗正月拉住林嫣的手，很是疼惜。朕实在太开心了，竟不知道你有了身孕，此后朕绝对不会再让你和孩子受苦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竟然真心希望自己的嫡长子就是林嫣所怀。难道我真的喜欢上他了？坤宁宫内，傅寒月为计划失败，坐在榻上大发雷霆。林嫣那个贱人，竟然真的怀孕了！钦天监这一步棋，竟是被他安安稳稳躲了过去。娘娘息怒，气坏了身子可不值当。这个孩子，本宫绝对不能让他生下来。明日把淑妃叫来。是，娘娘。第二天，淑妃走进坤宁宫，向傅寒月行礼。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淑妃妹妹不必多礼，赐座。淑妃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。淑妃妹妹，本宫今日请你过来，是为了尹贵妃之事。如今后宫中尹贵妃独宠，又身怀皇嗣，你可想过，将来她在宫中地位愈发稳固，你我又当如何？尹贵妃姐姐与臣妾自幼相识，关系亲厚，臣妾自然为她高兴。你出身高贵，与她无二，性子娴静的太后欢心，就没想过取而代之。荣华富贵，臣妾从不强求，臣妾也绝不会做出背叛她的事。淑妃妹妹，寻亲王如今在南州治理蝗灾，志在这种事，劳心劳力不说，一个不慎，便可能死于非命。皇后娘娘，您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妹妹心里比我更清楚。皇后娘娘，寻亲王是皇室宗亲，他是在为国效力。为国效力，马革裹尸，不是更显忠心？淑妃大惊，身体摇晃，伸手扶住身旁的桌子。皇后娘娘，臣妾明白了。淑妃回到了寝宫，独坐梳妆台前发呆。莲心端着茶盏进来，放在桌上。娘娘，这是新煮的安神茶。淑妃没应声，莲心又叫她。娘娘，您怎么了？没事，你下去吧。傅寒月如此歹毒，竟拿寻亲王的安危威胁我，可怜姐姐待我不薄，在宫中处处维护我，我又怎么能暗害她？淑妃闭上眼，眼角滑下泪水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睁开双眼，摸出一个小瓷瓶，瓶身通体漆黑，上面写着红颜窟。皇后给我的这药无色无味，只需在饮食里下一点，她肚子里的孩子就保不住了。淑妃还在犹豫时，傅尚书府内
傅寒月的父亲傅尚书也开始了行动。王员外，今日早朝是林退免的提案，你怎么看？大人，林学士此举旨在打破世家对官位的垄断，让寒门子弟也有出头之日。想法是好，只是动了太多人的根基。好一个为国为民的林大学士，他想推行新政，也得问问我们这些旧臣答不答应。林家兄妹如今胜券正浓，必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1个月后的安科，你替我物色一个家境贫寒又急于求成的考生。大人的意思是，把考题不小心透露给他，记住，这是全是因为林退免监管不力。大人高明，只是此事风险极大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这件事你亲自去办，办得干净些。事成之后，吏部侍郎的位置就是你的。下官遵命，定不负大人所托。傅家已经准备好再次对林家出手。瑶华宫寝殿内，林烟手中拿着一封家书，淑妃走了进来。姐姐今日叫我来，所谓何事？是有个好消息说与淑妃妹妹，妹妹快坐。玄亲王治理南州蝗灾有功，将不日返京受赏。我知妹妹思念他，到时候安排你们见上一面可好？那就有劳姐姐了。过了几日，林烟正悠闲地躺在贵妃榻上吃葡萄，香凝在一旁汇报：娘娘，我们的人回报说，淑妃娘娘今日在御花园的凉亭里偶遇了寻亲王。哦，结果呢？结果寻亲王对她十分冷淡，还说为了她的名声，以后不要再见了。淑妃娘娘大受打击，一个人在亭子里哭了许久。痴心女子负心汉，这出戏码本宫都看腻了。不过一个因爱生恨的女人，可是很好用的棋子呢。香凝，去请淑妃过来。是，娘娘。很快，淑妃眼眶红红的走进来，向林烟行礼。见过尹贵妃姐姐。妹妹快起来，这是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告诉姐姐，姐姐替你出头。淑妃被林烟的热情弄得一愣，随即眼泪又涌了上来。姐姐，好了好了，姐姐都懂，男人嘛，没一个好东西，咱们女人何苦为难自己？对了，半月后就是夏令宴了，如今皇后病着，姐姐我这肚子也大了不方便，正愁没人搭把手呢。淑妃眼中闪过一丝光芒，妹妹冰雪聪明，可愿意帮姐姐这个忙，把夏令宴给操办起来。办好了，在太后和皇上那儿可是大功一件。姐姐信得过妹妹，妹妹定当尽心尽力。那就好，有什么事随时来找我商量。是，多谢姐姐提携。淑妃行礼退下。林烟突然嘴角带着一丝冷笑。上一世我在夏令宴上被人下了红颜枯一毒，导致小产，到死都不知道真凶是谁。这一世我若亲自操办，那些藏在暗处的老鼠反而不敢伸手，把这烫手山芋丢给心思动摇的淑妃，她一通忙乱，才能给敌人创造出可乘之机。香凝，去把张太医叫来，就说本宫最近胃口不好。是，娘娘。不多时，张太医来到了瑶华宫。娘娘，红颜枯微臣却有耳闻，此药药性猛烈，是宫中禁药，孕妇沾之，胎儿不保，且极难查出。那此药可有解法？微臣可以提前配好解药，只需在饮下毒药前1刻钟服下，便可保娘娘合龙胎无虞。但届时仍会有腹痛之兆，只是不会伤及根本。很好，张太医，你是个聪明人。微臣自当为娘娘效犬马之劳。万事俱备，只等那个倒霉蛋自己跳进坑里了。淑妃自接了筹办夏令宴的差事后，便一心扑在了上面。娘娘，夏令宴的流程您已经校对3遍了，您歇一歇吧。这可是我露脸的好机会，我不能有半分疏漏。对了，安贵人真的已经解了禁足。回娘娘，确实解了禁足。安贵人托人给皇上带了封信，说是一直关着他，不利于安国与大宗的邦交，皇上这才放了他出来。只是这安贵人放出来之后，嘴里总念叨着他本来有孩子，是尹贵妃害了他之类的话，看起来疯疯癫癫的。疯了，正好，一个疯子做什么事都不奇怪。淑妃拿起朱笔，在安贵人的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圈，然后将他的座位调到了一个离林烟不远不近，却又方便考试的角落。寻亲王，你不是刻意疏远我吗？没问题，没了你我照样可以过得风生水起。林烟，对不住了，即便没有寻亲王，这个孩子你也留不得了，不然日后我还如何跟你争？夏令宴当日，衣香并饮，歌舞升平。就在安贵人准备进殿时，一个宫女在角落里拦住了他。你是谁？看这穿着，是淑妃宫里的。奴婢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奴婢能帮贵人您报仇。说完，宫女从袖中拿出一个漆黑的药瓶，正是红颜枯。尹贵妃害您失宠禁足，如今她身怀龙嗣，风光无限，您难道就甘心吗？此药无色无味，只需一滴，便可让她胎相不稳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娘娘，您不想亲手让她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吗？这是您唯一的机会了。安贵人一把抢过药瓶，眼中迸发出恨意。林烟，都是你害我的，我要你血债血偿。安贵人回到宴会上，此时夏令宴正进行的热闹。淑妃操持的不错，今日这宴会办得哀家舒心，能让太后和皇上顺心，臣妾自当尽力。皇后身子大好，
尹贵妃腹中孩子又已5月有余，哀家甚是宽慰。皇额娘，我妹妹富嫔为表庆贺，还特地准备了一曲。哦，还不快请上富嫔。是太后。工人抬来琵琶放在殿中，富嫔走到琵琶前落座弹奏，曲调优美。林嫣环顾众人，该来的都来了，皇后强撑病体，富嫔跃跃欲试，淑妃一脸得意。安贵人那眼神跟要吃人似的，直勾勾地盯着我，看来今天的主角就是她了。这时，一个宫女端着一盅汤朝林嫣走来，安贵人突然起身，假装脚下不稳，撞到送汤的宫女。哎呀，你这宫女真是太不小心了，我来送吧。安贵人接过宫女手里的汤，趁转身时悄悄向碗中滴了一滴漆黑药瓶中的药，然后端着汤碗朝林嫣走去。来了，我的专属福利到了。但安贵人刚出冷宫，在大宗国又没有别的接应眼线，凭她自己不可能搞得到药，背后肯定有真正的主谋。姐姐，这是皇上特意为您备的安胎汤，妹妹瞧着都眼馋呢，姐姐快趁热喝吧。这演技浮夸了点，最多给个及格分。不过既然剧本都递到手上了，本宫怎么能不配合出演呢？安贵人将汤放在林嫣桌上，朝林嫣俯身。林嫣看着那碗汤，故作娇嗔的推开。皇上臣妾刚吃了不少菜，这汤喝不下了吗？姐姐别啊，这可是皇上的一片心意，为了龙嗣，您可一定要喝呀。贵妃不想喝便不喝，你多什么嘴？哎，狗皇帝太护着我了也不好，不喝下去我的戏还怎么演？罢了，还得本宫自己来。皇上别怪安妹妹，她也是好心，我喝就是了。林嫣慢悠悠地喝了几口汤，安贵人见状，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阴笑。笑吧，一会儿有你哭的。富嫔一曲弹完，林嫣突然捂住肚子。啊，我的肚子好痛！哎呀，娘娘怎么突然腹痛了？皇上，臣妾的孩子好痛！快传太医。是。一炷香后，张太医进来为林嫣诊脉。林嫣向张太医使了个眼色，张太医也瞬间心领神会。太医，尹贵妃情况如何？回皇上，尹贵妃是误服了有堕胎功效之物，腹中胎儿有滑胎之兆，微臣先为娘娘用上固本安胎的药方。娘娘平日的安胎脉都是微臣在请，一直脉象稳固。今晚这腹痛来的实在蹊跷，敢问娘娘今晚可是吃了什么不寻常的东西？席间吃的都和我们一样，唯独那碗安胎汤是只有嫣儿喝过，那碗汤有问题。安贵人跪下。林嫣捂着肚子，表情痛苦。宗正月焦急地看着他，安贵人吓得瘫软在地，不住地磕头。他知道林嫣会有反应，但也着实没料到反应会这么快。皇上饶命，臣妾冤枉啊！臣妾只是好心为贵妃娘娘送汤，怎么会下毒呢？皇上，臣妾没事，您别错怪了安妹妹。嫣儿，你都这样了，还替她说话？傻老公，不让她先回去，怎么能调出她背后的大鱼呢？臣妾就是想请皇上查查，这汤里到底有什么，以后臣妾避开就是了。来人，将安贵人带回她的宫里，给朕彻查这碗汤。安贵人被侍卫拖了下去，嘴里还在喊着冤枉。嫣儿如此善良，竟有人敢下此毒手，朕定要将幕后之人碎尸万段。皇上别担心了，臣妾已经服过安胎药，没事了。呸，这皇帝的深情倒是装得挺像的，要不是重生之前知道你是啥样，老娘估计又被你骗到了。皇上走后，林嫣悠闲地坐在软榻上嗑瓜子。娘娘，您真是神了，奴婢按照您的吩咐派人跟着安贵人，她一回宫就跟疯了似的，砸了所有东西，然后不顾阻拦冲去了御福宫。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，何况是他。狗咬狗，一嘴毛，好看。娘娘，奴婢这就带人去御福宫外听墙角，保证把他们的对话一字不漏的学回来。去吧，行事小心点，别被发现了。是。淑妃啊淑妃，没想到是你，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林嫣派出的小太监一路跟踪，安贵人跌跌撞撞冲进来御福宫时，淑妃正准备休息。淑妃，你那个宫女给我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不是说验不出来吗？太医怎么一上来就咬定是堕胎药？妹妹这话姐姐怎么听不懂？什么宫女？什么样？你装什么算？那个在殿外拦住我的宫女，不就是你的人吗？妹妹真爱说笑，本宫宫里的宫女都在这儿了，你自己认认是哪一个？不是，都不是。那既然不是本宫宫里的人，妹妹凭什么说是本宫指使的？我知道了，是你想借刀杀人，你想让我当替死鬼。妹妹若是得了失心疯，就早些回去歇着，在这儿胡言乱语，当心祸从口出。就是你指使的，我要去见皇上，我要揭发你。安妹妹如此指责本宫，本宫实在冤枉。本宫与尹贵妃姐妹情深，怎么会害她呢？倒是妹妹，你可要想好了，你我一个是敌国送来的人质，一个是深受太后喜爱的妃子，这种话说出去，大家会信谁？妹妹还是谨言慎行的好。香露在外偷听了一会后，赶紧回到瑶华宫，还绘声绘色地模仿着安贵人和淑妃的对话，时而疯癫，时而狠厉。就这样，
玉福宫发生的一切都被一字不落地传到了林烟这里。哈哈哈，香露，你可真是个活宝。然后呢？然后淑妃就叫人把安贵人按住了。就在这时，江福海总管带着圣旨来了，说是皇上查明是安贵人下毒，赐了毒酒。哦，最精彩的来了，淑妃竟然说要亲手给安贵人灌酒，替您出气。江总管一走，他就掐着安贵人的脖子，把毒酒全灌下去了。安贵人当场就不动了。够狠，杀人灭口，毫不拖泥带水。看来我还是小瞧他了。前世他只是皇后的棋子，这一世他想自己做棋手了。话音刚落，外面丫鬟就通传说淑妃来了瑶华宫看望林烟。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让他进来吧。姐姐，妹妹对不起你啊，都怪我筹办宴会有疏漏，才让安贵人那毒妇有了可乘之机，险些害了姐姐和皇嗣，妹妹万死难辞其咎。哟，这演技，这台词不去唱戏可惜了，眼泪跟不要钱似的，我看着都心疼。妹妹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，此事与你何干？本宫从未怪过你。姐姐宽宏大量，妹妹日后定当为姐姐马首是瞻，绝无二心。淑妃又表了一番忠心，才抹着眼泪离开。娘娘，您真信他啊？这不就是此地无银300两吗？信他？我信他个大头鬼！现在安贵人死了，死无对证，只能从长计议了。他这一闹，倒是提醒我了，这帮蠢货在宫里动不了我，肯定会把主意打到宫外去。不好，今年改革后的新科举是不是要开始了？回娘娘，下个月就是了。前几日我让你寄回林家的家书，可有回信？回娘娘，未曾，兴许是耽搁了。坏了，肯定是被人劫了。前世三哥就是主持科考时被人诬陷泄题，打断了腿，断送了前程。这一世绝对不能再让这种事发生。娘娘，那可怎么办啊？慌什么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本宫自有办法。尹贵妃娘娘，皇上今晚翻了您的牌子，请您好生准备。来得正好，狗皇帝用得上他的时候倒出现的及时。香露，给我梳妆，要那种柔弱不能自理，但又强撑着笑脸，清纯又无辜的妆。遵命，娘娘。三哥，为了你的腿，妹妹我今晚只能牺牲一下色相，去吹吹枕边风了。香露赶紧给林烟一通捯饬。夜晚很快来临，宗正月一进门，林烟穿着一身素净的白衣，眼神怯怯地迎上来。爱妃身子还没好全，不必多礼。臣妾谢皇上。若不是皇上护着，臣妾恐怕……傻瓜，有朕在，谁也动不了你。臣妾自然是信皇上的，只是臣妾一想到有人在暗处盯着，这心里就慌得很。还在想那碗汤的事？不是，臣妾是想到了我三哥林佩冕。三哥他呀，就是个书呆子，一根筋直到底。这次主持科举，臣妾真怕他被人卖了，还帮人数钱呢。万一有人像算计臣妾一样算计他，三哥啊三哥，看见没？为了你，我连压箱底的绿茶技能都用上了。林烟依偎在宗正月怀里，抬头楚楚可怜地看着他。林佩冕朕记得，他做事严谨认真，是个栋梁之才，就是为人太过刚正，容易得罪人。可不是嘛，皇上您是明君，自然爱惜他的才华，可那些小人妒忌他，万一给他下个套，他那个死脑筋肯定反应不过来。皇上您可得替臣妾替三哥做主呀。你呀，哪里是担心兄长，分明是想指使朕给你当唯命是从的保镖。好，朕依你，朕都依你。就知道皇上最疼臣妾了。那朕帮了你这么大的忙，爱妃预备怎么奖励朕啊？林烟眼珠一转，拿起桌上一块桂花糕，笑眯眯地塞进宗正月嘴里。皇上您尝尝，是这桂花糕甜，还是臣妾甜呀？可，爱妃，你塞慢点。前世就知道你讨厌甜食，看我不齁死你！哼，还想要奖励，没让你赔我一条命就不错了。早朝之上，宗正月坐在龙椅上，看似漫不经心地提起科举之事。此次科举乃改革后首场恩科，林爱卿准备的如何了？回皇上，各府州人员及考场已准备妥当，试题封档，交由礼部专人看管。站在一旁的副尚书嘴角勾起一抹阴险的笑容。臣等预祝此次新科顺利，能有更多青年才俊脱颖而出，实乃我大宗的幸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老狐狸还在这儿笑，朕的婴儿果然聪慧过人，朕就等着看你到底要耍什么花样。退朝后，副尚书回到府上，坐上手，王员外坐下手，二人密谈。各事安排妥了。尚书大人放心，皇城之内天子脚下，出这样的丑闻，这林家凶多吉少啊！林佩冕这次就认栽吧。不可大意，这次做得好，今后林佩冕的位置就是你的了。是副大人。3天后，科举开考，在京城一处考场内，好戏正式上演。一名考生正鬼鬼祟祟地从袖中掏出小抄，
被巡场的考官一把抓住。大胆狂徒，竟敢在宫苑舞弊，说这东西从何而来？大人饶命，是林家三公子礼部侍郎林佩勉卖给我的，他还说保证。考官将搜出的罪证以及几名作弊考生的供词呈到宗正月面前。皇上，林佩勉身为科举主官，竟监守自盗，贩卖考题，此乃动摇国本之弥天大罪。臣恳请皇上将其下狱严惩，以儆效尤。请皇上严惩。哈，跟燕儿预告的一模一样，连伪造的字据都用上了。可惜啊，你们不知道，今年给林家的供纸，朕特意让内务府做了独家暗记，这纸根本就不是林家的。朕就先顺着你的意，把人关起来，等你这老狐狸放松警惕，朕再连根拔起。好一个林佩勉，传朕旨意，革去其礼部侍郎之职，打入天牢，交由大理寺严审。皇上圣明。笑吧，等你进了这天牢，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娘娘，不好了，外面都传疯了，说三公子在科考中舞弊，贩卖考题，人证物证俱全。皇上龙颜大怒，已经下旨将三公子革职，打入天牢了。哟，效率还挺高，这么快就走完流程了。娘娘，您怎么还笑得出来啊？那可是天牢啊！天牢？狗皇帝要是连这点事都办不好，他那龙椅也该挪地方了。此时，阴暗潮湿的天牢里，林佩勉一身囚服，坐在一张干净的床上。我林家世代忠良，竟遭此奇耻大辱，苍天无眼啊！一个狱卒端着一个豪华食盒，点头哈腰的走过来。食盒打开，里面是4菜1汤，还有一只烧鸡。这是断头饭。大人说笑了。上面吩咐了，您是贵客，得好生伺候着，这辈子也是新换的，您看看软和不？现在的天牢服务都这么内卷了吗？林佩勉看着丰盛的饭菜，撕下一只鸡腿，吃了几口，陷入了沉思。别的不说，这鸡腿真香，比我家的厨子做的还好吃。御书房内，宗正月坐在桌后，暗意前来汇报。启禀皇上，那王员外今日去春风楼喝多了，酒后吐真言，亲口承认是受副尚书指使陷害林佩勉。他还收买了考官和几个考生，这是属下从王家搜出的密信和往来账本。好一个副尚书，好一个国丈，手伸得够长的，连科举都敢染指，真当朕是瞎子吗？皇上，这傅家树大根深，又是皇后娘娘的母家，若是动了，恐怕前朝后宫都要震荡。震荡又如何？脓包不挤破，迟早要烂到骨子里。傅家这几年太狂了，也是时候该收收网了。林嫣这丫头要是知道我这么快就帮她哥洗刷冤屈，是不是得感动得痛哭流涕，再喂我吃几块那逆死人的点心？想想还有点期待呢。传朕密旨，捉大理寺卿，即刻查封王家，捉拿王员外归案。至于副尚书，先不要打草惊蛇，派更多人手盯着。朕要将之前的案子和这个老狐狸一并清算。娘娘，听说皇上昨晚发了好大的火，把那王员外全家都抓了，现在满大街都在传，说是有人栽赃陷害三公子。这狗皇帝动作还挺快，看来我的枕边风吹得很有效果嘛，也不枉我牺牲色相演了那么久的戏。哦，是吗？那副尚书那边有什么动静？听说副尚书今早称病没上朝，估计是听到风声怕了。怕？这才哪到哪啊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感动我林家，就要做好掉层皮的准备。傅家的日子不好过，我就好过了，心情真好呀。走，趁天气好，去御花园逛逛。林嫣带着香露来到御花园散步，心情极好。傅家的好日子到头了，我的好日子就来了，这空气都变甜了。突然，一个宫女低着头，步履匆匆地从假山后冲了出来，眼看就要撞上林嫣的肚子。小心！我去，软的不行赖硬的，连个前戏都没有，直接上正餐。林嫣脚下微动，避开了对肚子的直接撞击，然后顺着宫女的冲力，整个人夸张地向后倒去。哎呀，本宫要摔倒了，争取摔出一个倾国倾城，摔出一个天下太平。林嫣华丽地倒在地上，俏皮地朝香露眨了一下眼睛。香露心领神会，娘娘来人啊，贵妃娘娘遇刺了。不错，香露这嗓子越来越有穿透力了，加鸡腿。哎，我的男主角怎么还没来？再不来，本宫就要睡着了。没一会，宗正月带着一大批侍卫赶来，看到倒在地上的林嫣，脸色瞬间铁青。嫣儿，太医死哪去了？皇上，臣妾好怕，眼神到位，台词精准，我可真是个天才。林嫣拉着宗正月的龙袍扯了扯，他刚刚是冲着臣妾的肚子来的。皇上，我们的孩子。说完，林嫣再次装晕，宗正月万分心急，飞快抱起林嫣，将她送到寝宫，并安排太医再次诊治。过了一会，林嫣睁开眼，靠在了软榻上，宗正月坐在床边，亲自给她喂着安神汤。都怪朕，是朕没有保护好你。不怪皇上，是有人容不下臣妾和孩子。你放心，朕答应你，便是掘地3尺，也要把幕后之人揪出来，你好生歇歇。皇上满含怒气的离开后，香菱从外面快步走了进来。启禀娘娘，那个宫女嘴硬得很，什么刑罚都用了，就是不肯招，最后咬舌自尽了。不过奴婢在她贴身的衣兜里发现了这个。
这个味道，染骨香。上一世，宫中有一位不受宠的臣妃，为了争宠，听信民间邪术，用了染骨香，却不知此香本就是虎狼之药，能让人几日容光焕发，却需要燃尽人的心血。宫里如今最适合用此物的，应该就是傅寒月了。这是傅家眼看大势已去，燃尽他最后一点价值，来做最后一搏。娘娘，那我们不急，既然皇后娘娘要上演她人生中最后一场大戏，那本宫倒想看看她燃尽生命能绽放出怎样绚烂的火花。那既然物证确凿，咱们这就去呈给皇上，让皇后那个毒妇百口莫辩。没那么简单，傅寒月虽不算聪明，到底也混到了皇后的位置上，怎会派个如此莽撞的宫女，还带着这般显眼的把柄？娘娘的意思是有人栽赃？不是栽赃，是借刀杀人。这宫女却是傅寒月的人，但这香怕是有人故意让她露出来的。林烟靠在软榻上，手里把玩着药瓶，思索片刻。香名被叫，本宫要去探望一下咱们的皇后娘娘。娘娘，皇后如今是疯狗乱咬人，您这身子……疯狗只有在临死前叫的最凶。傅家这算盘打得够响，用亲生女儿的命来搏最后一把，可惜遇到了我。没一会儿，林烟便来到了坤宁宫，皇后傅寒月正坐在梳妆台前，往脸上扑着粉。皇后娘娘好兴致，这宫里都快翻天了，您还有心思梳妆？贱人，谁准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本宫是来给娘娘道喜的。道喜？本宫有什么喜？娘娘容光焕发，仿佛回到了28年华。这东西叫染骨香，确实是称得上秘药的好东西。这什么劳什子东西？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？不知皇后娘娘是否知道，用下这药后就剩几日可活，而这个药是傅家派人特意从宫外带给娘娘的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是傅家嫡女，没人敢害我。那傅尚书呢？他可有拿你当人过？明知你会死，还是为了巩固家族地位，让你服下染骨香这种送死药。之后他送傅嫔那个年轻貌美的侄女进宫，你以为是为了帮你顾宠，那是为了接你的班。你这颗棋子旧了，坏了，该扔了。闭嘴！我是傅家的骄傲。傅寒月脸色瞬间煞白，他当然知道自己父亲想要的不过是家族荣耀，至于哪个孩子来替他完成，根本不重要。只是他没想到，父亲竟然能如此狠毒，想要他的命。皇后娘娘，不要再欺骗自己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要见父亲。你想见父亲？你的父亲可不想见你呢。傅家大势已去，傅尚书自顾不暇，你现在在傅家眼里唯一的价值，就是死的惨烈点，最好是跟我有关，然后好栽赃给我。认清现实吧，皇后娘娘，你真的想这一生你活得像个笑话？哈哈哈哈！棋子，我是棋子。父亲，你好狠的心。是否作为棋子完成最后的使命，选择权在你自己的手里，不让他们如愿。傅寒月突然起身，撞向了大殿的柱子。生由不得我选，那死我自己选。凤驾西去，但傅家大厦将倾，人人自危，偌大一场国丧，不过是走了个过场罢了。林烟随后便将皇后去世背后的真相告诉了她的妹妹傅嫔。姐姐是说皇后的死有蹊跷，她用的是染骨香，这东西的来历你应该比我清楚。是父亲逼她的，现在才想明白，晚了。傅家这艘船马上就要沉了，你以为你还能独善其身？可我是皇上的嫔妃，皇上的嫔妃又如何？傅寒月可是皇后，她的下场你看到了。如今傅家大厦将倾，皇后葬礼也是草草了事。你一个庶女，你猜猜你的结局会比她好到哪去？傅嫔浑身一僵，冷汗瞬间浸湿了后背。她想起了自己从小到大在傅家受到的冷遇和嫡母的白眼。嫡女尚且是弃子，那你现在只有2条路：一是陪着傅家一起覆灭，尸骨无存；二是弃暗投明，换一条活路。跟着本宫保你荣华富贵。那毕竟是我的家族，一个把你当成随时可以牺牲的工具的家族。林烟的话语如同一把重锤，狠狠砸在傅嫔心上，击碎了她最后一点幻想。傅嫔的脸色由白转青，最后化为一片死灰。他们从未拿我当过家人，嫔妾愿追随娘娘。从今以后，只要你忠心于我，我会在这后宫中护着你。只是如果你想要彻底摆脱傅家，光靠嘴上说说可不够。娘娘有何吩咐？嫔妾万死不辞。本宫需要一份投名状。大义灭亲，检举傅家。检举傅家？没错，把你所知道的傅家的罪行都说出来，这是你唯一能自救的机会，也是你向本宫纳上的第一份忠心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林烟满意的点点头，回了寝宫。此时天已黑，瑶华宫内殿，皇上已经早就在等候。林烟兴致正好，便邀其对弈。爱妃，这棋局如潮局，一步错，步步错，你可要想好了。那臣妾若是走错了，皇上可会怪罪。朕的江山都愿与你共享，何况一盘棋？娘娘，您不能进去，皇上和贵妃娘娘在里面。此时却只见傅嫔不顾宫人劝告，砰的一声撞开殿门，满脸泪痕，疯了一般冲进来，重重的跪倒在地。皇上，臣妾有罪，臣妾要检举。谁准你闯进来的？
臣妾要检举傅家，大义灭亲，只求自保。你说什么？今岁科举，我父副尚书为栽赃林家，串通王员外故意泄露考题，再嫁祸给林佩棉，此事千真万确，臣妾可以做人证。哦，你也知情？不止如此，宁西蝗灾，朝廷下拨的30万担赈灾粮，我父亲受一起党羽，贪污赈灾银两，并在运送赈灾粮食过程中将一半偷换成了沙土，恶殍遍野。赈灾初期，无辜灾民因钱粮不到位而死去，皆拜傅家所赐。你说什么？傅家？好一个傅家！还有，他们卖官鬻爵，吏部侍郎的位置，标价30万两。最不可恕的是，他们还勾结后宫，妄图通过秘法强行有孕，失败后更意欲加害尹贵妃腹中的皇嗣。你再说一遍。皇后傅寒月之前怀上的孩子，就是使用了秘药强行有孕，才导致孩子先天不足，无法降生。傅寒月的身体也因此被拖垮。果然傅家狼子野心，妄图通过这样的手段得到嫡长子。而且之前使用各种手段谋害尹贵妃腹中皇嗣的幕后之人也是傅寒月，简直荒唐！江福海站在一旁的江福海吓得一个哆嗦，立刻跪下。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即刻查封副尚书府，所有傅氏党羽一并拿下。另外，差人把傅嫔所说的所有相关人证物证连夜给朕搜出来。宗正月已然震怒，眼中杀意沸腾，周身散发出毁天灭地的怒气。林烟在一旁淡笑不语。傅家野心大到这个地步，由不得了。天子震怒，雷霆万钧，对副尚书及其党羽的处理圣旨下达。副尚书即刻押入大牢秋后问斩，族人流放，傅家家产全数抄没，冲入赈灾粮款。被诬告的林佩冕无罪释放。无数禁军冲入副尚书府，哭喊声四起。副尚书被拖拽出府，一脸难以置信。官员们被从家中揪出，锁上枷锁。一箱箱金银珠宝被从傅家密室中抬出，金光闪闪。林佩冕无罪释放的黄榜张贴出来。新的赈灾粮队浩浩荡荡出发，灾民们跪地叩谢，高呼万岁。瑶华宫内暖阳和煦，林烟倚在软榻上，懒洋洋地翻着书。傅家总算是彻底凉了，傅家已除，朝堂也该清静了。下一个该轮到谁了呢？对了，淑妃最近在做什么？回娘娘，淑妃娘娘最近倒是安分了许多，只是奴婢听说她时常往慈宁宫去。太后宫里是，还总爱在太后身边递些不知所谓的小话。林烟的嘴角缓缓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冷笑。哦，想抱太后的大腿，有意思，看来得去会会她了。瑶华宫内烛火摇曳，林烟正在看书，宗正月走进林烟。爱妃在看什么书？一本游记罢了。怎么，皇上今夜得闲了？朝中那些蛀虫清理的差不多了，朕这几日头都快大了。宗正月拥住林烟，抽走林烟手里的书，翻阅几页。嫣儿看的这游记是介绍宁西风光的，那嫣儿想不想出宫去宁西看看？出宫？去视察宁西蝗灾的灾后重建，只有我们2个人。出宫，这可是个好机会，正好方便我收拾淑妃那个小绿茶。只是什么？母后不同意，朕不过是提了一句，母后就把朕叫去训了一顿，说什么皇帝怎可专宠一人，后宫要雨露均沾，还让朕多去看看淑妃。雨露均沾，淑妃一心只想要权力地位，根本不爱皇上。这雨露均沾的说辞，必然是太后那个老顽固的意思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就借力打力。皇上，臣妾觉得太后说的也有道理。嫣儿，怎么连你也这么说？臣妾是说，既然太后心疼淑妃妹妹，不如我们带她一起去玩啊。什么？带上她？是啊，3个人一起，岂不更热闹？出宫之后没了太后这个保护伞，本宫想怎么拿捏你，还不是看心情。你呀你，就你鬼主意多。好，都听你的，明日我就安排。宗正月抱起林烟亲了一口。嫣儿，朕答应了你的要求，那你是不是该满足一下朕了？谢皇上成全。哎呀，小心臣妾的肚子。宗正月神清气爽地离开瑶华宫，边走边朗声喊：江福海。江福海小跑着进来，躬身行礼。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3日后朕要微服出访宁西，这尹贵妃、淑妃随行伴驾，让他们好好准备准备。淑妃准备好迎接本宫的大礼了吗？宗正月携林烟与淑妃踏上了微服出访宁西灾后重建的旅途。皇上啊！林烟亲昵地靠在宗正月怀里，正在给他喂葡萄。还是嫣儿喂的甜。宗正月和林烟2人甜蜜对视，淑妃在一旁端坐着，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。姐姐和皇上真是恩爱，妹妹看着都心生羡慕呢。哼，林烟你就得意吧，不过是个以色示人的玩意儿。来了，他又开始演了，这演技不去梨园唱曲儿都可惜了。妹妹羡慕什么？不过是皇上的恩宠罢了。林烟说着，拿起一块糕点送到宗正月嘴边。皇上，尝尝这个，这可是臣妾亲手做的哦。哦，那朕可要好好尝尝。宗正月咬了一口，满眼赞赏。爱妃的手艺越发好了。亲手做的，骗鬼呢？当本宫不知道这是御膳房的点心吗？一对狗男女。淑妃不自觉地攥紧了手帕。队伍一路向宁西进发，车内气氛在甜蜜与虚伪中交织。林烟看着淑妃那张波澜不惊的假笑脸，心中不禁冷笑。光秀恩爱刺激还不够啊，这绿茶的段位比我想象的还高，得加点猛料，让它慌起来才行。林烟眼珠一转，故作忧愁地叹了口气，靠在宗正月肩上。嫣儿怎么了？可是乏了？不是的，皇上，臣妾只是突然想起安贵人妹妹了。只听林烟口中安贵人3个字一出，淑妃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，而林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丝变化，心中暗喜。有反应了。
看来这条路子走对了。姐姐怎么突然提起安贵人？他福薄是他的命数，是吗？可我总觉得，皇上，臣妾总觉得安贵人的死好像有蹊跷啊。宗正月闻言，眼神一凛，配合的皱起眉头。嫣儿何出此言？臣妾只是直觉，总觉得这背后似乎没那么简单。林嫣一边说，一边用余光紧紧盯着淑妃。淑妃端着茶杯的手发抖，茶水溅了出来。呀，淑妃妹妹，你手怎么抖得这么厉害？茶水都洒了。林嫣靠着宗正月，两人看着淑妃。姐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啊。安贵人是皇上赐的他毒酒，姐姐这么说，难道是后悔了，想责备皇上不成？没有啊，皇上为了保护我才那样做，我感谢皇上还来不及呢，为啥要责怪他？我只是觉得奇怪。妹妹，你反应这么大做什么？该死，这贱人想诈我，我不能自乱阵脚。姐姐说笑了，妹妹只是觉得逝者已矣，我们该让她安息，总是提起对谁都不好。妹妹说的是。不过我最近夜里总是梦到安贵人，她浑身是血的站在我床边，哭着对我说：“她死得好冤啊！”淑妃脸色煞白，端着的茶杯哐当一声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啊！宗正月和林嫣同时看向她，眼神中带着探究。淑妃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淑妃惊魂未定，大头喘着气，看到两人审视的目光，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。没什么，臣妾只是手滑了，被姐姐的故事吓到了。是吗？我这还没说到重点呢。安贵人在梦里还告诉我，害死他的凶手就在我们身边。不可能，只是梦而已，姐姐千万不能当真。淑妃惊恐地看向林嫣和宗正月，拼命摇头。林嫣满意的点点头，计策奏效。林嫣顺势再次靠在宗正月的肩上。皇上，臣妾累了，我们不说这些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都听嫣儿的。宗正月轻轻搂住林嫣，低头在她额上印下一。宗正月和林嫣亲密依偎，甜蜜的氛围与一旁惊魂未定的淑妃形成鲜明对比。贱人，都是这个贱人，她到底知道了多少？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淑妃心中翻起惊涛骇浪，殊不知她的一切神色变化都尽数落在林嫣眼中。经过几日的跋涉，微服出访一行终于到达宁西行宫，众人下车安顿。林嫣来到分配给她的殿内，香露和香凝一边收拾打扫，一边听着林嫣讲述马车上发生的一切。娘娘，您这也太冒险了，您当着皇上的面这么炸淑妃娘娘，万一她狗急跳墙反咬你一口怎么办？你懂什么？这一招就是兵法中的打草惊蛇。林嫣转过身，眼神变得锐利而深邃。他不做亏心事，又怎么会怕鬼敲门？他今天这么慌，就说明安贵人的死绝对和他脱不了干系。所以您是故意的？当然，被我这么一下，他肯定坐不住了。他越是慌，就越容易露出马脚。林嫣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看向远处淑妃所住的宫殿方向。接下来我们什么都不用做，就等着他自己送上门来。香凝，你做事稳重，你给我盯紧了淑妃宫里的人，特别是她身边的心腹宫女，任何风吹草动，立刻向我汇报。香露，你性子活泼，传消息，这是你最合适。去外面放话，就说本宫找到了安贵人枉死的铁证。娘娘，这太冒险了，万一他不上当？他会的，做贼的人最怕听见脚步声。去吧，动静闹得越大越好。淑妃，我要让你把证据亲自送到我的手上来。第二天，香露一边做着活计，一边故意对相熟的宫女说漏嘴。你听说了吗？安贵人死的蹊跷那事儿啊，已经找到铁证了。怎么啦？快说说。说是安贵人死前藏起了一份血书，上面写了真正的凶手。听到消息的宫女和另一名宫女在回廊下窃窃私语，一名路过的太监竖起了耳朵。太监一路小跑，将听到的消息添油加醋地告诉了其他人。淑妃的心腹宫女莲心听到传闻，脸色煞白，惊慌失措地朝淑妃殿内跑去。莲心跪在地上禀报，淑妃脸色惨白，浑身发抖。娘娘息怒，这只是外面的谣言。谣言，空穴不来风。他知道了，他一定什么都知道了。林嫣那个贱人，都是他逼我的。淑妃在殿内疯狂踱步，不行，我绝不能让他告诉皇上，我不能输给那个贱人。突然，淑妃停下脚步，浑身涌出癫狂的杀意，面容扭曲。既然他想让我死，那我就先送他上路。淑妃猛地转过头，表情狰狞地看着莲心。莲心，你是我最信得过的人。淑妃猛地抓住莲心的手臂。今晚你去把那血书偷出来，然后我要林嫣那个贱人永远闭嘴。是娘娘。深夜，宁西行宫，万籁俱寂。此时床榻上，林嫣盖着锦被，呼吸平稳，似乎已经熟睡。窗户被轻轻打开，一道黑影翻了进来，正是淑妃的心腹宫女莲心。莲心环顾四周，见林嫣熟睡，稍稍松了口气，但她额头满是冷汗。一定要找到血书，一定要杀了他，为了娘娘。莲心减轻动静，开始在殿内疯狂翻找衣柜、装匣、书桌等等。在哪儿？到底在哪儿？那个贱人把东西藏哪儿了？忽然，莲心的目光锁定在床头的一个木盒上。莲心蹑手蹑脚地靠近床边，此时床上的林嫣还在沉睡。莲心屏住呼吸，缓缓伸出手，拿起了那个木盒。莲心打开木盒，里面静静躺着一块白卷。找到了，是他，就是他。莲心将血书揣入怀中，接着拿出一柄匕首。尹贵妃，别怪我心狠，我也是为了我家娘娘，你去死吧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莲心高高举起匕首，对准床上林嫣的心口，面目狰狞地猛刺下去。
就在匕首即将刺入的瞬间，原本熟睡的林嫣猛地睁开双眼，瞪着莲心。林嫣快速出手，抓住了莲心握着匕首的手腕。你没睡着？与此同时，啪的一声，店内灯火骤然通明，四周涌出10数名手持刀剑的侍卫，将莲心团团围住，然后拿下。林嫣缓缓坐起身。淑妃宫中的丫鬟莲心，你深夜造访是想做什么？林嫣的目光落在莲心手中的匕首上，是想替本宫剪一剪竹花。莲心看着周围明晃晃的刀剑，再看看林嫣那双洞悉一切的眼睛，瞬间面如死灰，双腿一软。莲心双腿发软，瘫坐在地，面色惨白如纸，浑身抖如筛糠。林嫣缓缓从床上坐起，一步步走向莲心，捡起她掉落的匕首。你可真是淑妃的好丫鬟，深夜造访本宫殿中，还带着这样的礼物，真是让本宫受宠若惊啊！娘娘，奴婢只是想杀了我，灭了我的口，好护着你家娘娘。不是的，我没有，娘娘恕罪。一名侍卫上前捡起地上的白卷，恭敬地呈给林嫣。林嫣接过那块白卷，在莲心面前缓缓蹲下身。你以为你家娘娘让你来偷的是什么能扳倒我的铁证？莲心剧烈哆嗦着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林嫣将那块白卷拿在手里，递到莲心面前。这所谓的血书。林嫣目光锁定莲心惊恐的脸，然后当着她的面缓缓地展开了白卷。白卷在空中舒展开来，烛光下上面光滑如新，一个字都没有。白的，不是说是血书吗？这不可能。不然呢？你还真以为有什么血书？林嫣手一松，那张白卷如败叶般轻飘飘地落在莲心脸上，盖住了她绝望的表情。从头到尾都是我设下的局，就等你这条蠢鱼自己上钩。真是可怜，你真以为淑妃是派你来拿证据的？她啊，是派你来送死的。林嫣猛地凑近莲心，表情嘲弄。她派你来当刺杀贵妃的替罪羊。替罪羊3个字如同3道惊雷，狠狠砸在莲心的心房。无论你刺杀是否成功，他都可以说你不过是忠心护主，一时情急，和你撇个干净。莲心眼中的光芒瞬间熄灭，最后一丝心理防线彻底崩塌。她终于明白，自己不过是一枚随时可以被牺牲的棋。莲心瘫在地上，眼泪滑落。林嫣俯视着莲心，本宫向来都是宽以待下，只要你愿意，你还有一丝生机。莲心猛地惊醒，疯狂地朝林嫣爬去，抱住她的脚踝。贵妃娘娘，奴婢错了，都是淑妃，全都是她逼我的。她说办成此事，保我家人荣华富贵，若是敢泄密，我家人都得给我陪葬，求娘娘开恩，奴婢愿全盘托出。林嫣眼神示意，一名侍卫迅速拿来笔墨纸砚，做起记录，说一字不落。莲心不敢有丝毫隐瞒，将淑妃如何威逼利诱，如何策划一切阴谋，全部说了出来。侍卫在一旁奋笔疾书，记录下完整的供状。供状写好，侍卫递到莲心面前，画押吧。莲心颤抖着咬破手指，用血在供状末尾按下了鲜红的指印。事情败露后，宗正月有意想要重重处罚淑妃，但是忌惮他父亲郑国公，一直犹豫未下决断。此刻他正面色阴沉，林嫣走进来，跪下磕头。臣妾是来为淑妃妹妹求情的。求情？淑妃妹妹行事确有不妥，但臣妾想，她或许只是一时糊涂，背后定有奸人挑唆。你继续说。前有傅寒月受傅家挑唆，做出伤害皇嗣、扰乱后宫之事，保不齐如今淑妃身后的郑国公府也起了疑心。不管这背后之人到底是谁，恐怕都是想借淑妃的手搅乱后宫，从而动摇朝堂根基。陛下，此时若重惩淑妃，正中了贼人的下怀，不如我们将计就计，将淑妃当作诱饵，引出那些藏得更深的敌人。宗正月闻言，他缓缓站起身，走到林嫣面前。爱妃深明大义，顾全大局，能有你为朕分忧，实乃朕之幸事。好，就依爱妃所言。莲心被抓已经过去3日，为何毫无动静？皇上到底想做什么？淑妃坐立难安，自言自语，冷汗直流。一个太监进来通报，淑妃娘娘引贵妃娘娘有赏，送进来吧。什么？香凝捧着一个精致华美的锦盒走来。娘娘，这是贵妃娘娘特意为您准备的。香凝打开锦盒，里面是上好的人参、燕窝等名贵物品。娘娘嘱咐您，务必要好好保重身体，为她分忧。淑妃脸色苍白，颤抖着接过锦盒，替我谢过贵妃娘娘。林嫣，她到底想做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？第二天，宗正月带队去巡查宁熙灾后重建，本想带上林嫣一起。林嫣假装身子不舒服，今日只想在行宫花园里走走，留了下来。行宫花园内繁花似锦，林嫣正悠闲的赏花，而另一边，淑妃带着侍女婉晴走了过来，心神不宁，两人偶遇。臣妾参见贵妃娘娘。林嫣转过身，露出一个亲切温和的笑容，仿佛没看到她眼中的惊恐。淑妃妹妹，快请起，真是巧啊！林嫣主动上前，亲热地拉住淑妃的手。妹妹的手怎么这样凉？可是身子不适？没有，许是风有些大。哎，说起来，莲心那日来了我宫里，莲心她，哎呀，我提这个做什么？说来那天莲心还提起了什么血书，真是奇怪，好端端的说什么血书，淑妃妹妹，你说莲心她到底想跟本宫说什么呢？完了，她知道了，她什么都知道了，她在等我自投罗网。淑妃踉跄几步，林嫣仍然当作没看见，只是抬头看了看天色。
明日天气应该不错，倒是可以来这园子里荡荡秋千，散散心。妹妹有空就一起来吧。林嫣转身带着香凝离去，留下淑妃一人，面色苍白，浑身冷汗。林嫣走后，淑妃迅速回了自己的行宫殿内，疯狂的来回踱步，表情狰狞。突然，她猛地停下脚步，眼中闪过一丝决绝的疯狂。不能再等了，林嫣这个贱人，她就是想把我逼疯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放手一搏。婉晴，去给我找个能办事的人来。是娘娘。不一会儿，婉晴带着一个负责修剪花木的粗使太监进来，太监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。奴才参见娘娘。淑妃走到他面前，将一袋沉甸甸的金银细软扔在他脚下，金光闪闪。本宫要你办一件事。娘娘请吩咐，万死不辞。去把花园里那架秋千的绳索给我割开一道口子。是。做事聪明点，别让人看出来。奴才遵命。晚上。粗使太监鬼鬼祟祟地来到秋千架下，从怀中掏出一把锋利的赌刀，紧张地四下张望，确认无人后，抓起一根秋千绳索，用力割了下去。他刻意只割开一半，留下一个极其明显的刀口。这样应该就行了吧？反正黑灯瞎火的，没人看得出来。林嫣的眼线在后面，将一切看在眼里，继续跟了上去。赌坊内乌烟瘴气，人声鼎沸。粗使太监喝得满脸通红，正被一群赌徒簇拥。他猛地将一枚玉佩拍在桌上，都看清楚了，这可是淑妃娘娘赏的。哟，你小子发财了呀！那是，咱家现在可是娘娘跟前的红人。昏暗的角落里，林嫣的眼线太监将一切尽收眼底。次日，林嫣来到花园，身后跟着香凝，走到秋千架前。天气真好，就想荡荡秋千。香凝，你先替我试试，看看这秋千稳不稳。是，娘娘。香凝坐上秋千。就在他双脚离地的瞬间，绳索应声而断，香凝的身体向后倒去，稳稳落在一堆早就铺好的软草垫上，毫发无伤。哎呦，不好，快护驾！有人要谋害娘娘！几乎是同时，宗正月带着护卫恰好路过，听到动静，大步走过来。怎么回事？林嫣立刻扑进宗正月怀里。皇上，臣妾差点就给朕查。昨日那名眼线立刻跪下，指向人群中一个瑟瑟发抖的身影。启禀皇上，奴才昨夜看到此人在秋千架旁鬼鬼祟祟。不是我，冤枉啊！皇上，是淑妃娘娘，是她指使奴才的，她要害贵妃娘娘。好一个淑妃！竟敢用此等歹毒手段谋害皇嗣，传朕旨意，淑妃德行败坏，心地歹毒，即刻废为庶人禁足，带回宫发落。淑妃被禁卫军狼狈地拖了过来，听到旨意，瞬间瘫倒在地。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冤枉吗？呵呵，朕自会慢慢审问定夺。敢害朕爱妃，真想就地把她处死。可这淑妃背后是势力庞大的镇国公府，不好轻易要了她的命，还是先关起来，日后再说吧。冷宫内，淑妃蜷缩在角落，衣服破烂不堪，脸上带着污泥和泪痕。宫女端着一盆馊掉的饭菜，轻蔑地扔在地上，饭菜洒了一地。哟，这不是高高在上的淑妃娘娘吗？怎么跟条丧家犬一样？这馊饭配你正好。淑妃咬牙，眼中燃起怒火，却不敢发作。她看着宫女离去的背影，咬牙切齿。林嫣，都是你这个贱人害我，等着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一个小太监提着木桶进来，满脸嫌恶。淑妃挣扎着爬过去，淑妃从怀里颤抖着掏出一只金簪，这是她身上最后的首饰。小公公，求求你帮我个忙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把这个递到寻亲王那里，一定要亲手交给他。放心，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小太监收好信和金簪，提着木桶离开。王爷，你一定会来救我的，你一定会为我报仇的。林嫣斜倚在贵妃榻上，眼线太监跪在地上，双手呈上一封信。娘娘，这是从那小太监身上截获的。香凝接过信，呈给林嫣。林嫣展开信纸。寻亲王，忘念及旧情，救我。寻亲王，好一出情深不寿的戏码，想搬救兵，本宫就帮你一把，把这出戏唱得更热闹些。传信给我大哥，让我哥哥准备迎接一位贵客。京城外的官道上，寻亲王从边境视察归来，率领一队人马疾驰而来。另一边，大将军林沛风带着几名亲兵，恰好巡逻至此。两队人马在官道中央相遇，勒马停下。哟，这不是寻亲王殿下吗？可是刚从边境视察归来。正是，林大将军久违了。奔波劳累，不如一起去喝一杯，就当是为寻亲王接风洗尘一番。好，两人策马，率队一起进城。京城最华贵的酒楼、醉仙楼的雅间内，林沛风与寻亲王把酒言欢。王爷远道归来，辛苦了。这第一杯陈敬您。大将军太客气了。王爷镇守边境，护我大宗安宁，可这京城里啊，却比边境还要凶险。寻亲王闻言，端着酒杯的手一顿，抬眼看向林沛风。大将军何出此言？林沛风转过头，眼神锐利地盯着寻亲王，嘴角勾起一抹苦笑。王爷有所不知，我那不成器的妹妹林嫣自入宫以来，数次在鬼门关徘徊，若非命大，早已是白骨一堆。竟有此事？林沛风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又倒上一杯酒，话锋一转。不只是小妹，前些时日安贵人离世，死的蹊跷，宫里都传遍了。有人说，这一切的背后主谋都指向了同一个人。寻亲王握着酒杯的手不自觉地收紧，他想起淑妃被自己丢下时的满脸不甘与愤恨。淑妃的一些所作所为，我也有所耳闻，她真的变成了那样。
林佩峰放下酒杯，站起身，郑重地对荀亲王抱拳。王爷，臣一向自持忠心，但后宫中往日的种种凶险，其间皆有淑妃的身影。后宫水深，人心叵测，或可让天真烂漫之人也变得蛇蝎心肠。荀亲王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杯中的酒液剧烈晃动。蛇蝎心肠是在说他吗？为了后位，他真的能做出这一切？王爷是人中龙凤，前途无量，千万别为了一段陈年旧情引火烧身，惹一身腥骚。还请王爷莫要搅进后宫诸事的浑水中。咔嚓一声轻响，荀亲王手中的白玉酒杯竟被他捏出了一道裂痕。荀亲王猛地站起身，一言不发，转身大步流星地离开雅间。雅间内只剩下林佩峰一人，他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。淑妃，你的救兵可不会来了，我妹妹的这出大戏才刚刚开始呢。荀亲王手握着信，眉头紧锁。淑妃身着一袭破旧的白衣，神色憔悴，满面泪痕，楚楚可怜地给荀亲王写信。王爷救我，他们都冤枉我，我命不久矣，我只想在死前再见你一面。荀亲王闭上眼，桃花树下一阵风过，少女扬起清丽娇俏的脸，看向荀亲王。荀哥哥，我好看吗？后宫水深，人心叵测，或可让天真烂漫之人也变得蛇蝎心肠。荀亲王猛地睁开眼，眼神中闪过痛苦与挣扎。现在只要他一闭眼，脑海中全是淑妃的影子。他手中的信纸被攥得死紧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他真的变了吗？我要亲自问个清楚。荀亲王深吸一口气，眼神逐渐变得坚定。我见他这一面，不只是为了救情，更是为了查明真相，了解这一切，但不能就这么去。来人！小厮跑了进来，躬身行礼。王爷有何吩咐？帮我约林佩峰将军，今晚在于醉仙楼一叙。是。醉仙楼还是那间雅间？荀亲王独自喝着茶。雅间的门被推开，林佩峰走了进来，拱手行礼。王爷今日约我至此，可是有何要事？不必多礼，林将军请坐。林佩峰坐下，疑惑地看着荀亲王。林将军，你有件事，我想和你商量。林佩峰放下茶杯，身体微微前倾，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。王爷请讲。淑妃她给我寄来了信件，说想约我见面。林佩峰早已知晓淑妃会约见荀亲王，但脸上依旧不动声色。哦，他说什么了？他在信中哭诉喊冤，称自己是被冤枉的。我想去会会他，当面做个了断。林佩峰闻言，故作为难地叹了口气。王爷，这恐怕不妥。他如今是戴罪之身，您与他私下见面，若是被皇上知道，所以我才来找你。我需要你帮我做个见证。我明白了，王爷您放心，我定会安排好。那就谢过林将军了。二人又闲谈了一会，便各自离开。林佩峰回去后，赶紧写信将此事告知了妹妹林嫣。此时，林嫣正悠闲地看书，香凝进来送信。林嫣接过信，展开一看，纸条上只有寥寥数语：“鱼儿已上钩。”时机到了。宗正月走进店内，嫣儿，这边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，过2日我们就准备回京，朕来看看你。皇上您来的正好，臣妾有要事禀报。哦，何事？皇上，臣妾收到消息，淑妃她即将与外男私会，这正是揭穿她真面目、捉贼拿赃的最好时机。宗正月听完林嫣的话，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。私会外男，后宫之中岂能容他如此放肆？你说说看，如何捉贼拿赃？我们可以设计一番，让他在众人面前无所遁形。此计甚妙，朕倒要看看他还能耍什么花招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回宫后可先欲擒故纵一番，将淑妃先行从冷宫中放出来，让他感觉有可乘之机，他自会做出那逾矩之事。好，这次视察也结束了，我们3日后起驾回宫，辛苦嫣儿。一路舟车劳顿，林嫣随明熙视察一行回到宫中后，马不停蹄地去到了慈宁宫面见太后。你说淑妃要与外男私会，颖贵妃，你可知道此事非同小可？臣妾知道，此事关乎皇室颜面，更关乎皇上声誉。那你竟然毫不阻拦，还敢让荀亲王去见他，简直是胡闹！母后息怒，淑妃如今已是穷途末路，这不过是一个丰富的最后挣扎。与其让她在外胡言乱语，玷污皇室清誉，不如我们亲手揭穿她的谎言，让她在铁证面前再也无法狡辩。太后捻动佛珠的动作一顿，她缓缓叹了口气。哀家明白了，事关皇室颜面，哀家不能坐视不管。哀家到时候便随你们走一趟，亲眼做这个见证。一座偏僻观景水榭，四面环水，水榭内部一架巨大的纱质屏风立在中央，屏风后坐着宗正月和太后，外面看不见屏风后的情景，屏风后的人却能清清楚楚地听到水榭中的动静。林佩峰假意称病，约好做见证的日子不能前来，荀亲王无奈，只能自己前往。他走进水榭，表情凝重挣扎。清渊，我来了。是是非非，恩恩怨怨，
就在今夜，做个了断。寻亲王抬头看到一个纤弱的背影凭栏而立，身形单薄。听到脚步声，那人缓缓转过身来，正是淑妃。淑妃娘娘，臣来了。憔悴不堪的淑妃回头看着寻亲王，眼中似有千言万语，满目深情快要溢出来。寻哥哥，你终于肯来见我了。寻亲王站在几步开外，神情复杂的看着他。淑妃娘娘，你我早已不是当初。娘娘，多么生疏的称呼啊！淑妃缓步走向他，深情的目光看向寻亲王。寻哥哥，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在桃花林里，你答应过我，你会永远保护我，可你却眼睁睁看着我被送进这吃人的牢笼。清渊，那不是我的本意，是皇命难违。皇命，真是个好借口。屏风之后，宗正月脸色铁青，太后表情严肃。没想到淑妃竟轻狂至此。身为后宫嫔妃，竟对亲王行此番轻浮之举，哀家竟不知他能如此不顾廉耻。林烟不动声色，嘴角扬起轻笑。水榭中央，淑妃忽然凄然一笑，牵起寻亲王的袖子，将他拉到桌前。桌上放着一壶酒和2只杯子。罢了，过去的事不提也罢。既然此生无缘，这杯酒就当送别你我过往的情谊。淑妃拿起其中一杯，将另一杯酒推到寻亲王面前。寻哥哥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杯交杯酒了，喝了它，你我之间恩怨两清。淑妃脸上划过一滴泪，她的笑容夹杂着隐隐的期盼和疯狂。寻亲王端起那杯酒，酒液中一种异香传了出来。寻亲王突然觉得浑身燥热，好难受，我怎么觉得有些头晕，浑身燥热。寻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觉得难受？淑妃故意贴近寻亲王，吐气如兰。这是……寻亲王眼神瞬间清明，他猛地抬头，眼中只剩下失望和冰冷。寻亲王猛地挥手，将那壶酒打翻在地。你……寻亲王向前一步，居高临下的逼视着他，眼神锐利如刀。清渊，你为何会变成这样？用尽阴谋毒计，残害皇嗣，如此不择手段，这还是我认识的你吗？水榭中，寻亲王怒不可遏，胸膛剧烈起伏，手指着淑妃。淑妃被他吼得踉跄，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回答我，你为何会变成这样？我没有。淑妃的脸色瞬间惨白。寻哥哥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那样的。寻亲王厌恶地后退一步，甩开他的手。别碰我，你让我觉得恶心。淑妃的瞳孔猛地一缩，脸上的血色尽退，随即她爆发出凄厉而疯狂的笑声。哈哈哈哈，恶心，我让你觉得恶心。淑妃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，撞了疯魔。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成全我姐姐，不拖累你。可你呢？你眼睁睁看着我被送进宫，看着我和那个我不爱的男人生儿育女。寻亲王被他的疯态镇住，脸上满是痛苦和不可思议。清渊，你疯了！我就是疯了，是被你们逼疯的。尤其是林嫣，那个虚伪的女人，她凭什么？她根本不稀罕圣宠，却要霸占着。她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。屏风后，宗正月额角青筋暴起，拳头捏得咯咯作响。太后惊骇地捂住嘴，身体微微发抖，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风言风语。林嫣依旧面无表情，眼神冰冷地看着屏风上淑妃疯狂扭曲的剪影，嘴角勾起一抹若有似无的弧度。说吧，都说出来，把你所有的罪都公之于众。没错，都是我做的，我假装受制于皇后，其实我才是幕后主使。那又怎样？夏令宴是我设计的，安贵人那个蠢货也是我嫁祸的，他知道的太多了，我当然要杀人灭口。还有林嫣那个贱人，连心就是我派去的，我就是要杀了他，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。寻亲王如遭连连后退，面如死灰。疯子，你就是个疯子！哈哈哈哈哈！淑妃身后那面屏风被2名太监从2侧缓缓拉开。屏风之后，宗正月一身龙袍，脸色铁青，太后捂住胸口，几乎站立不稳。林嫣站在他们身侧，冷漠审视着淑妃。淑妃脸上的狂笑和嘶吼瞬间凝固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屏风被拉开，淑妃癫狂的笑声和嘶吼戛然而止。宗正月面沉如水，太后捂住胸口，大口喘气。林嫣站在一旁，神情冷漠。皇上，太后。淑妃双腿一软，直接瘫倒在地。皇兄！寻亲王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额头重重磕在地。好啊，真是朕的好爱妃。淑妃浑身一颤，疯了似的爬向宗正月，想去抓他的龙袍下摆。皇上，臣妾错了，臣妾是一时糊涂。宗正月一脚踢开他。住口！你这个毒妇，陷害妃嫔，谋害皇嗣，还敢说是一时糊涂？孽障，作孽啊！太后眼前一黑，身体向后软倒。太后晕过去了，快传太医！现场一片混乱，太监宫女手忙脚乱地去扶太后。宗正月的目光重新锁定在淑妃身上，
仿佛在看一个死人。李清渊，夏令宴是你设计的，安贵人是你嫁祸的，莲心是你安插的，你还想谋害贵妃和朕的皇嗣，桩桩件件，罄竹难书。来人！2名禁军侍卫上前架住淑妃。不，皇上不要！淑妃李氏心思太毒，谋害宫妃，罪不容赦，就赏你凌迟处死。告慰王莲，其母家镇国公府，教女无方，罚削爵夺产，以示惩戒。拖下去！淑妃不甘地尖叫着，被禁军拖着向外走。林烟冷眼看着这一切，手轻轻抚上自己的小腹。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林烟斜倚在软榻上，手里拿着一封信阅读。镇国公府的处罚下达后，李清化悄悄给林烟递来了信。镇国公主动请辞，一家目前退居江南，现在一切安好。香露端着一碗安胎药走进来。娘娘，药好了。林烟正要伸手去接，殿外传来通报声。慈宁宫张嬷嬷到。太后身边的贴身嬷嬷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，对着她行了一礼。贵妃娘娘万安。嬷嬷免礼，不知所为何事。太后娘娘醒了，请贵妃娘娘去慈宁宫一趟，说是有梯级话要同您说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慈宁宫内气氛凝重，太后半靠在榻上，脸色苍白，但眼神锐利。林烟缓步走入，规规矩矩的行礼。臣妾参见太后。起来吧，赐座。林烟在下手坐下，神态自若。尹贵妃，你可知现在前朝傅家倒了，李家也倒了，如今这朝堂内外皆是你林家的天下了。太后冷冷地看向林烟。贵妃，这后宫乃至前朝一家独大的局面，哀家不喜欢。慈宁宫内气氛冰冷如霜，太后半靠在榻上。这后宫乃至前朝一家独大的局面，哀家不喜欢。看来太后今日这场鸿门宴是等不及要开席了。怎么，贵妃是吓得说不出话了？太后坐直身体。你父亲身为太傅，名冠翰林院，你大哥手握兵权，三哥官拜礼部侍郎，就连最不成器的二哥，如今也是御批的皇商，这朝堂内外都快成你林家的天下了。林烟静静听完太后的发难，缓缓抬起头，眼眶泛红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想用眼泪博同情？林烟不语，一颗晶莹的泪珠毫无征兆地从眼角滑落。你！就在太后错愕的瞬间，林烟突然有了动作，她扶着腰，动作缓慢却坚定地离开座位，朝着太后直直地跪了下去。贵妃娘娘，您有深怨，可仔细了身子啊！林烟双膝触地，她肩膀微微耸动，压抑的啜泣声在寂静的大殿里响起。臣妾求太后为臣妾做主。做主？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原本盛气凌人的太后都懵了。太后，臣妾有罪。罪？你何罪之有？林烟猛地抬头看向太后，一张梨花带雨的绝美脸庞上写满了委屈和痛苦。臣妾罪名为身不由己，名为贵妃，实为家族的傀儡。我夜夜失眠，辗转难安，生怕行差踏错，辜负了皇上的恩宠，更辜负了家族的期望。她双手颤抖着抚上自己高高隆起的小腹，眼神中流露出极致的恐惧。臣妾最怕的是这权欲熏心的风波会殃及臣妾腹中的孩儿，他可是皇上的龙嗣啊！他重重一个头磕在地上，求太后救救臣妾，救救这个未出世的孩子，请您下旨削弱林家势力吧，臣妾再也不想担惊受怕了。整个大殿死一般的寂静，张嬷嬷目瞪口呆，太后的表情复杂。这是什么路数？以退为进？这个女人究竟是工于心计的毒蛇，还是只会争风吃醋的草包？太后靠在榻上，揉着隐隐作痛的太阳穴。这女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扶贵妃起来！张嬷嬷赶紧上前，小心翼翼地将林烟扶起。娘娘，您慢点。你刚才的话，哀家都听见了。但你以为容养就能保你一家富贵？你那父兄是否做过对不起皇上的事情？哀家也要细细查来。臣妾多谢太后。你先回去吧，哀家乏了。林烟行了一礼，在香凝的搀扶下，步履缓慢地离开。太后看着她离去的方向，眼神愈发深沉。太后，您看这贵妃是真蠢还是假精，很快就知道了。林烟，要是让我发现你在耍花样，哀家绝不轻饶。林烟知道，不仅太后，皇上宗正月肯定更是有此意。与其被动等着被罢官，不如率先出击。于是匆匆找到了皇上，将想让父兄告老还乡、颐养天年的事情说了一番，并希望皇上能配合给太后演一出戏，能保证自己江山无虞。宗正月欣然同意。几天后，瑶华宫内，林烟慵懒地靠在榻上，听着香凝的汇报。娘娘，您交代的都办妥了，宁贵人得了您的吩咐，今夜去给批折子的皇上送安神汤。
好，宁贵人，为了我父兄的后半生平安，先委屈下你了。娘娘、老爷和大公子、三公子在朝为官向来清廉，您又何必非要求个回乡的恩典？伴君如伴虎，太后如今已然忌惮，若想扳倒我林家，也只需一个莫须有的罪名。娘娘思虑周全，走，我们也去御书房凑凑热闹。林嫣带着下人堵在了御书房的必经之路上。不一会儿，宁贵人提着食盒走过来，被林嫣拦下。臣妾给贵妃娘娘请安。林嫣斜睨着她，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。哟，这不是宁贵人吗？这大晚上的是要去哪儿啊？回娘娘，臣妾见皇上辛劳，想送碗安神汤。安神汤？林嫣突然上前一步，凑到宁贵人耳边。是安神汤还是狐媚汤啊？宁贵人吓得一个哆嗦，赶紧朝林嫣跪了下来。贵妃娘娘冤枉臣妾了，皇上是本宫的夫君，有本宫陪着就够了，用得着你在这献殷勤？臣妾不敢。滚！别让本宫再看见你。宁贵人，对不住了，回头一定给你大大的补偿。宗正月正在批阅奏折，殿外传来吵闹声。他一抬头就看见林嫣挺着肚子，气鼓鼓地闯了进来。皇上！林嫣直接走到宗正月身边，一屁股坐到他的腿上。嫣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还不是为了你。臣妾听说，总有不长眼的想来勾引皇上。臣妾的肚子都这么大了，皇上可不能变心。林嫣随手捻起一本奏折晃了晃，这些破折子有什么好看的？太医说了，要皇上多陪陪臣妾和灵儿，这叫胎教，您懂不懂啊？宗正月满眼宠溺，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好好好，都听你的，朕不看奏折了，陪你。宗正月配合地将奏折推到一边，将林嫣圈在怀里。嫣儿为了朕，竟甘愿扮演督妇，真是煞费苦心。林嫣靠在宗正月怀里，眼中闪过一丝狡黠，两人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。第一步完成，太后您可看好了，接下来该轮到谁了？明天该富嫔了。宗正月眼中满是笑意，两人在烛光下亲密低语，仿佛在谋划着什么天大的秘密。寝殿内烛火摇曳，纱幔飘动，宗正月在桌边翻看奏折，富嫔在榻上正襟危坐。夜深了，富嫔早些休息吧。无碍，臣妾等皇上您先歇息再睡。明日一早，尹贵妃就会过来，到时候还要辛苦你配合一下。皇上放心。两人就这样离得远远的，直至夜深。清晨天色刚亮，林嫣挺着孕肚，带着大批宫人，气势汹汹地冲到富嫔寝殿内。她脸色铁青，眼中燃着怒火。富嫔，给本宫滚出来！殿内，富嫔正温柔地伺候宗正月起身。啊，是贵妃娘娘。宗正月随意披上外袍，坐起身招呼林嫣过来。嫣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只一晚没去看你，你就如此思念朕吗？林嫣看到两人衣衫不整的一同出现，眼眶瞬间红了，身体气得发抖。好你个狐妹子，竟敢勾引皇上！富嫔立刻跪下，梨花带雨。娘娘恕罪，是皇上怜惜臣妾。好了，嫣儿，朕最疼的还是你，别闹了。宗正月上前一步，拉住林嫣的手。昨晚嫣儿可睡得好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昨晚臣妾一想到皇上宿在别的妃嫔这里，就难受得紧。林嫣捂着胸口，一副心痛的样子，豆大的泪珠滚落下来。宗正月心疼地擦掉林嫣的眼泪，将她拥入怀里。朕最疼的就是嫣儿，根本不在乎什么富嫔正嫔，嫣儿宽心一点可好？林嫣楚楚可怜地点了点头，和富嫔交换了一个眼神。富嫔了然。皇上，您对臣妾难道就没有半分真心吗？臣妾也好心痛。谁在说话没听清？嫣儿，我们走吧。宗正月牵着林嫣离开，富嫔在后面假装哭得死去活来。无数参奏尹贵妃的折子雪片般飘进皇宫，这事也传到了太后耳朵里。太后坐在椅子上，皱着眉头，紧闭双眼。皇上为多与尹贵妃温存片刻，便耽误早朝，成何体统？尹贵妃在后宫行狐媚专宠之事，未免太过霸道。张嬷嬷快步走进来。禀太后，富嫔和宁贵人携后宫嫔妃在外求见。富嫔和宁贵人领着一大群哭哭啼啼、满脸委屈的妃嫔走进慈宁宫，站定后向太后跪下行礼。求太后为我们做主，求太后做主。慈宁宫内满堂的火药味。富嫔和宁贵人领着一众嫔妃跪在地上俯身咒天。太后被吵得头痛欲裂，用力按着太阳穴，脸上的怒气值正在不断攀升。太后，您要为我们做主啊！贵妃娘娘依仗父兄在前朝的势力，容不下后宫的姐妹们了。贵妃娘娘实在太过霸道，再加上林家如今平步青云，后宫迟早是她的天下了。求太后还后宫安宁。
太后猛地睁开眼，眼神锐利如刀。够了，都给哀家闭嘴！去，把皇上和尹贵妃给哀家叫来。片刻后，宗正月和林嫣一前一后的走进大殿。宗正月脚步虚浮，脸色苍白，眼下挂着浓重的黑眼圈，由太监虚虚的扶着。林嫣则挺着孕肚，眼眶红肿，脸上挂着未干的泪痕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臣妾见过太后。太后看着眼前这两人，火气噌的一下又上来。皇帝，你看看你这像什么样子？母后，你要为臣妾做主啊！臣妾怀有身孕，皇上却……嗨，母后恕罪。为平衡林家在前朝的势力，儿子不得不雨露均沾。臣妾并非不明事理之人，臣妾对皇上是真心的。太后最知臣妾心意，与前朝势力无关啊！两人当着满堂的人，就这么旁若无人的吵了起来。众人看得目瞪口呆。坏了，就差最后一把火了。太后终于忍无可忍，猛地一拍桌子：“够了！”全场瞬间死寂。太后指着宗正月的鼻子：“哀家是让你雨露均沾，不是让你夜夜狂欢，掏空身子。”嗨，儿臣也不想，但嫣儿对儿臣也是一片真心，儿臣也不能辜负。林嫣低下头，肩膀微微颤抖。为了个女人，就将前朝折腾成这样，成何体统？既然如此，尹贵妃，若你真心待皇上，你便留在宫中继续当你的贵妃，让你父兄荣养去吧。你没有了娘家势力，皇上也少了一份顾忌。话音落下，宗正月和林嫣对视一眼，两人眼中同时闪过一道得逞的金光。下一秒，两人动作整齐划一，立刻双双跪倒在地。儿臣谢母后隆恩。臣妾叩谢太后恩典。我好像掉进了圈套里。乾清宫内，众大臣分列两侧，宗正月身着黄袍，坐于龙椅上。一名太监弓着身，小心翼翼地捧着圣旨走到旁边。陛下，圣旨已备。宣。太监展开圣旨。方殿承运。皇帝诏曰：念及林氏一族世代忠良，功勋卓著，特加封林父为一等功，赐府邸一座，金银1000两。林兄英勇善战，特授镇国大将军衔，赐良田百顷，珠宝无数。然体恤功臣年迈，劳苦功高，特许林氏父子还乡荣养，颐养天年。经此。圣旨念毕，殿内一片寂静。片刻后，林嫣父亲和林佩峰出列，下跪谢恩。谢皇上隆恩。这下母后该满意了。慈宁宫内，太后端坐凤椅，眉头微蹙，嬷嬷在一旁轻声劝慰：“太后息怒，气坏了身子可不值。哀家看这宫里就没几个省心的。”林嫣突然闯入殿内，她发髻微乱，眼眶红肿，跪倒在太后面前：“母后，臣妾谢母后隆恩。臣妾终于摆脱了林氏家族的压迫。”林嫣说着，肩膀剧烈颤抖，她抬起头，泪眼婆娑地望向太后：“臣妾本就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，可家族重担压身，臣妾日夜难安。如今父兄荣养，臣妾再无后顾之忧，只愿在宫中侍奉陛下，母后安享太平。”这女子除了会争宠，倒也无甚大志罢了。一个只会撒娇争宠的草包美人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太后她挥了挥手：“起来吧，既然你知趣，哀家自然不会亏待你。”张嬷嬷扶她起来。谢母后，母后真是臣妾的再生父母。张嬷嬷走过来扶起她，她恭敬地站在一旁。如此一来，我终于不必卷入这权势的风波中，可以独善其身了。瑶华宫内，一张雕花桌摆在中央，3位妃嫔坐在桌边，正在打牌。林嫣捻起一张牌，慵懒地打出。哎呀，尹贵妃娘娘这手气真是绝了！是呀是呀，臣妾都输得找不着北了。是吗？可本宫怎么觉得有点无聊呢？话音刚落，香露捧着一个巨大的托盘，小跑着进来，托盘上盖着绸缎。启禀娘娘，有陛下赏赐。香露猛地揭开绸缎，一整盘鸽子蛋大小的东海夜明珠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。皇上对姐姐的宠爱真是没边了，姐姐果然是皇上心尖上最疼的人。知道了，就放那边的角落里吧，别挡着路。香露连忙将一盘价值连城的夜明珠小心翼翼地堆在屋子角落里，那里的各种金银珠宝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。哎，真占地方，什么时候能送点实在的，比如城外那家新开的烤鸭？御花园最中央的凉亭中，桌上摆着茶壶和点心架，架上放满了各种精致的点心。林嫣坐在贵妃椅上，香露在她身后为她捏肩，香凝小心地用银叉喂她吃点心。还是姐姐会享受啊，这西域传来的什么下午茶，吃起来倒也挺有趣，姐姐真是有福之人。突然，远处传来江福海尖细的嗓音：“皇上驾到！”众嫔妃闻声，瞬间从座位上站起，齐刷刷地跪了一地。臣妾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唯有林嫣没跪下，只扶着腰侧微微行礼。宗正月大步径直走向林嫣：“嫣儿，
今天的点心合胃口吗？宗正月说着，伸手想拉林烟，林烟却避开了宗正月的手。皇上别碰我！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。怎么了？你一来，我点心都吃不香了。你身上龙涎香的味道，把我这牛乳芙蓉糕的香气都盖住了。宗正月低声笑了起来。好好好，是朕的错，是朕唐突了，扰了嫣儿的雅兴。众嫔妃的下巴都快惊掉了。哼，光认错有什么用？本宫罚你今晚不许踏进瑶华宫半步。宗正月闻言，凑近林烟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朕的嫣儿真是越来越会撒娇了，可爱至极。宗正月满眼爱心看着林烟，周围的人彻底石化。林烟都已经做得没边了，皇上竟然还这么惯着她。数月后，终于迎来了林烟生产的日子。瑶华宫寝殿内，林烟躺在铺着软垫的凤榻上，脸色苍白，额头冒汗。她紧紧抓着床单，身体不自觉地弓起。好疼，本宫的肚子。娘娘，你忍着点，稳婆说快了。香凝一边说，一边用帕子轻柔地擦拭林烟额头的汗珠。香露则在旁边指挥着宫女们准备热水和干净的布巾，每个人都行色匆匆，面带慌乱。快，热水，再加几盆，动作麻利点。是，香露姑姑。殿内，稳婆和女医围在床榻旁，神色凝重。稳婆正在检查林烟的情况。娘娘这胎位是正，只是宫缩有些急啊，疼死本宫了！香凝，本宫要死了！娘娘别怕，奴婢在呢，快去太医院，多备些止泻的汤药。太后娘娘派人来问了。伴随着林烟的痛呼，众人忙乱。慈宁宫内，菩萨保佑，一定要母子平安。太后娘娘，您歇会儿吧。太后闭目诵经。瑶华宫殿外，宗正月焦躁不安地来回踱步。嫣儿，你可要撑住啊！皇上，您别太担心，尹贵妃吉人天相。殿内传来林烟一声高过一声的惨叫，撕心裂肺。宗正月猛地停下脚步，脸色骤变。啊，本宫不生了，疼死我了！怎么回事？怎么还这么疼？皇上，这是生孩子必经的。宗正月再也忍不住，向产房里冲去。皇上，产房重地，祖制不允许进入呀！祖制，在朕的嫣儿面前，什么祖制都给朕靠边站。宗正月不顾阻拦，猛地推开门，大步走了进去。宗正月冲入殿内，所有宫女稳婆都吓得一哆嗦，齐齐跪下。宗正月越过所有人冲入产房，快步走到床榻边，抓住林烟的手。皇上，我好疼。嫣儿，别怕，朕来了，朕陪着你。时间流逝，太阳落下，月亮升起。到了夜里，一声清脆响亮的啼哭声划破夜空。尹贵妃林烟顺利产下一位男孩，大宗国的第一位皇子终于顺利降生。生了，生了！恭喜皇上，是个小皇子。宗正月的脸上瞬间绽放出狂喜，他激动地看向林烟。林烟虚弱地躺在榻上，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。空气中，宫女和稳婆们跪了一地，大气不敢出。宗正月小心翼翼地抱着襁褓，床榻上，林烟发丝被汗水浸湿，贴在苍白但依旧美艳的脸颊上。嫣儿，辛苦你了。宗正月将襁褓放在林烟身边，都退下。众人见到皇上本就紧张，早已跪倒一片，幸好林烟无事，他们如蒙大赦，躬身行礼，悄无声息地迅速退出了寝殿。宗正月轻轻握住了林烟冰凉的手。皇上，孩子，别怕，我们的皇子很好。嫣儿，朕有话对你说。林烟虚弱地点了点头，眼中带着一丝困惑。最初朕接近你，确实是想利用你。林烟心下了然，但面上装出震惊的样子。利用来了来了，他终于要跟我摊牌了。该死的，竟然在我最虚弱的时候，利用你身后的林家来制衡皇后与傅家。阴暗的大殿中，皇后傅寒月的身影高傲而冷漠，身后是庞大的傅氏家族官员剪影，也为了制衡淑妃和她背后的镇国公府。华丽宫殿一角，淑妃李清渊巧笑倩兮，身后是手握兵权的镇国公李家的影子。那时的朕满心帝王权术，是你为一枚棋子。林烟抽回手，却被宗正月更紧地握住。所以你对我的爱都是假的？不是。宗正月的眼神从愧疚转为炙热，他凑近林烟，几乎是额头相抵。朕从未想过自己会栽在你手里，你的古灵精怪，你的脚下聪慧，甚至你那些作天作地的把戏，朕都看在眼里，不知不觉就记在了心里。林烟，朕爱上你了，从今往后，朕只要你。他目光转向一旁安睡的皇子，眼中满是憧憬和坚定。这大宗国的皇后之位，朕只为你一人而留。他深情地看向林烟，眼中是帝王从未有过的脆弱与恳求。江山万里，
朕愿与你共享，白首偕老。朕只求你能真心待朕。林嫣震惊、动容，泪水滑落。宗正月深情款款，眼中满是恳求与脆弱。嫣儿，你愿意吗？林嫣的眼睫轻颤，泪珠滚落，眼底的动容缓缓褪去。她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宗正月一愣，心头猛地一沉。嫣儿，皇上的深情厚爱。他顿了顿，嘴角勾起一抹极疏离的笑。臣妾心领了。你这是何意？无论是皇后之位，还是您的爱，臣妾都毫无兴趣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想要？是，不想要。他侧过头，温柔地看着身边襁褓中的孩子。从前为爱不顾一切的林嫣，早已经死了。他的手轻轻抚摸着襁褓。为爱而死的那个傻子，早就化成了灰。嫣儿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什么从前，什么现在？林嫣的目光从孩子身上移开，她的脑海中前世的画面如潮水般涌来。阴森的宫殿中，年轻的林嫣腹部高高隆起，却满身是血的倒在地上，绝望地伸出手。我的孩子，皇上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！宫门外，宗正月身着龙袍，背影冷漠。天牢之中，林父林母戴着镣铐，满身污秽，浑身伤痕，受尽折磨。傅寒月一身凤袍，高傲地站在林嫣面前，手中端着一杯毒酒。妹妹，安心上路吧。宗正月，我为你在整个后宫树敌，做你制衡朝堂的棋子，你却如此赶尽杀绝。还有傅寒月，你也不是好东西，做鬼我都不会放过你。林嫣的眼神彻底冷了下来，她看着眼前的宗正月，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。帝王之爱是这世上最华丽、最冰冷的牢笼。牢笼，朕许你江山共享。臣妾只想做个富贵闲人，护着我的孩子安稳长大。他看了宗正月一眼。那座牢笼，臣妾已经踏足过一次，臣妾不想再踏入第二次了。宗正月停在原地，伸出的手停在半空。阳光透过雕花窗棂，时间流转的沙漏快速倾泻。四季流转，春花秋月，冬雪夏荷，一晃已过去数年。在林嫣的精心照料下，小皇子在这宫墙中慢慢长大。瑶华宫依然是后宫中最锦绣奢华的宫殿，赏赐从未间断，但却鲜少有人靠近。瑶华宫内，林嫣身着华服，端庄而华贵。他身边站着一个5、6岁的小皇子，眉眼间像极了宗正月，但更多的是林嫣的清秀。母妃，今日太学让抽背了为民书，我答得可好了，也背与母妃听听。好，你且背吧，我听着。小皇子朗朗的背书声飘荡开。宗正月身着长服，站在殿外，听到小皇子的声音，他想靠近，却又停下脚步。皇上，咱们这次还是不进去吗？要不奴才替您再通传一下。宗正月闻言，抬头望向林嫣和孩子。不必了，我知道他还是不肯见我。哎，是皇上，我只是来看看就好，走吧。宗正月转身离去，江福海跟在身后。宗正月刚转身离开，林嫣似有所感，抬头看了看窗外。小皇子发现林嫣走神，不满地拉了拉林嫣的衣袖。母妃，你可听清了？皇儿背的怎么样？林嫣回过头来，看着小皇子。好，很好，母妃很满意。小皇子扑到林嫣怀里，林嫣慈爱地摸着小皇子的头发。自林嫣在太后面前主动请求削减林家权势后，太后对林嫣的安分守己甚为满意，这几年更是加倍疼爱自己的皇长孙。庆元8年，小皇子年满7岁，宗正月下诏正式册封其为太子。林嫣领着小皇子缓缓走来，身后跟着香露。母妃，今日下学之后，我想喝你亲手做的甜汤。林嫣慈爱地抚着小皇子的头。好，母妃给你做。你现在已经是太子了，在学堂里可要加倍用功，知道吗？母妃放心吧，儿臣明白。娘娘，你歇会儿吧，我送太子殿下去学堂。去吧。香露与小皇子先行离开，林嫣缓步走上高台，俯瞰整座紫禁城。林嫣的眼中早已没有那汹涌的爱恨，只有身为赢家的平静无波与岁月静好的满足。如今的我才是这座宫城真正的主人。林嫣的身影独自立在整座紫禁城之巅。